天刚亮，大雪已经开始下起来了。破旧的泥土房子窗户纸漏了个大窟窿，刺骨的寒风直往里灌。徐老二看着土炕上破旧棉被包裹的小婴儿，止不住的叹气：爹，妹妹长得这么可爱，她就是个福星，肯定是个有大福气的。我去给妹妹找奶水喝。爹，大伯抱错了妹妹，那就抱错吧，咱们要这个妹妹。我去借一捆柴给妹妹烧水喝。爹，奶说我娘生的那个女娃子将来能做皇后，我看咱们家这个才能。我去把窗户堵上，别让妹妹冻着了。三哥，咱们没娘，那个女人把铜板都拿走了，还嫌弃咱家穷。她不要咱们，咱们也不要她。以后咱们带着妹妹，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。我去给妹妹借一身衣裳来。徐老二忍了半天的眼泪，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。他们家徒四壁，4个儿子想要的根本全都做不到。其实许家没那么穷，只是徐老二不受待见。当年徐老太太随便给他弄了个媳妇就赶出来了。徐老二没有田地，只能打猎做短工。这么多年也赚了不少铜板的，可这些钱都被他媳妇拿回娘家了。去年徐老二媳妇怀了女儿，徐老太太不知从哪个算命先生那里听说这个女娃娃将来能做皇后。正好徐老大媳妇也生了女孩，却被算命先生说是灾星，应该先送到寺庙努力修行，18年后再接回来。徐老太太才不出那个香火银子呢，她让徐老大抱错孩子。徐老二家的未来皇后被徐老大抱走了，徐老大家的灾星却被送到了徐老二家里。徐老太太的原话就是：抱错了就抱错了，反正都是丫头片子赔钱货，养哪个都一样。徐老二媳妇趁着这个机会敲诈徐老太太2两银子，之后立马和徐老二和离，连夜跟着穷书生跑了。徐老二成了村里的大笑柄，都说4个儿子8成都不是他亲生的。爹，福星高照了！徐老二啊，你家添了个女娃娃吧，恭喜恭喜啊！我家儿媳妇奶水多，你拿去喂给她吧。徐老二呀，你家这屋子也太冷了，我家木柴用不了，你拿去烧着，暖和暖和。徐老二啊，我家小娃娃用过的衣裳被子，你不嫌弃的话，拿去凑合凑合。许二哥，我能给你做媳妇吗？村花王秋芳带着铺盖卷跑得有点快，还在大喘气呢。徐老二懵了，这真的是天降福星？他这是要转运了？许二哥，是你把我从拐子手里救下来的，我爹也总是夸你，他就是死得早，不然看到你现在没了媳妇儿，他也会把我送来的。哎，秋芳啊，我家里不是一般的穷啊，你看我还有4个儿子1个闺女。我不怕你穷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一定能够出人头地的。那你们几个愿意我给你们当娘吗？你们不知道，那问问你们妹妹，她要是笑了我就留下来。王秋芳更着急了，急忙抱起许福星。许家父子5人也都伸长了脖子看向许福星。粉粉嫩嫩的小婴儿见到了王秋芳，一下子就笑了。你们看呐，他笑了，他都同意我给他当娘了，我以后就留下来了。许福星才不是灾星呢，他呀就是福星，你们看呐，他一来就把徐老二的新媳妇都带来了。就是啊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能帮的一定要帮。我家儿媳妇有奶水，多了我就送来。我二姐家也有，我也送来。这会儿许福星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，开心的笑呢。她本是23世纪的天才美少女战士神希，年仅14岁，已经是各界大佬的爸爸，而且天生锦鲤体质，嘴巴开过光，说啥是啥。奈何天妒英才，他坐着火箭环游世界，偏偏被天雷劈了个尸骨无存。之后就穿越到了这个历史上没有名字的朝代里，和他同名同姓的小婴儿身上。话说这个原主本是天上的小凤凰下凡历劫，不想投错胎，这还没开始就被灌了毒药，结束了他美强惨的短暂一生啊！想不到许福星一朝穿越，竟然成了小凤凰。想到这里，许福星笑了。
这一笑啊！爹，你快来看呐，院子里好多鸟蛋呢！爹，你看那边。许明成指着院子角落，那里竟然有只野鸡飞过来了。还没缓过神来的一家子，这会儿都瞪大了眼睛。刚才我看到妹妹笑了，妹妹一笑就有好事啊！妹妹真的是福星。咱家闺女就是福星。福星啊，想不想吃烙饼做鸡蛋汤啊？让爹爹给你拿好吃的去，好不好？雪儿哥，快去吧，咱家福星都同意了。秋芳姐姐，我们真的能吃到烙饼鸡蛋汤吗？不能，你们都不叫我娘，我能给你们做好吃的吗？王秋芳从口袋里面拿出4颗麦芽糖来，那是她自己做的。怎么样，叫娘，以后天天有好吃的，还能吃糖。娘，你就是我们亲娘。徐老汉，你这个杀千刀的，你赔我家鸡蛋！只见许高德的娘孙大花像只大公鸡一样冲了进来，他看到许明顺手里的野鸡蛋，那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张开爪子就去抢。王秋芳，你算哪根葱啊？也敢拦我！王秋芳一把甩开孙大花的手，甩得他后退了好几步，差点跌倒。我是许二哥的媳妇，你个老母鸡，过来抢我家的鸡蛋，还想打我儿子？你别以为你岁数大，脸皮厚，我就能让着你。我呸呀！还许老汉的媳妇，我告诉你啊，许老汉就是个奴才命，他还有个灾星，你敢嫁过来，就等着倒霉吧你！许老汉偷了我家鸡蛋，那就得还给我，不然我就去找李正。你家孙女才是灾星，我告诉你，我闺女许福星那是福星下凡，你个老眼昏花的泼妇，你家鸡蛋长啥样啊？你家鸡蛋放在哪儿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家和你家离得那么远，谁稀罕去你家偷鸡蛋？现在我家鸡蛋丢了，那不是他偷了我家的，那是啥？那是啥？那是野鸡下的蛋。好你个徐老二啊，你上山弄到野鸡蛋，不来孝敬你老娘，自己吃独食，要么把野鸡蛋给我，要不我就打死你这个不孝子！好大的口气！县老爷在此，我看谁敢打死人！这个老妖妇是何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打杀平民百姓！县老爷差点被吓哭，这可是当今皇帝最喜欢的亲弟弟云王啊！性情古怪，喜欢游历四方，偏偏一游就游到了桃源村这个小地方，又偏偏挑中了全村最穷没有之一的许高德家，又偏偏撞见了许高德被自己老娘欺负，真是倒霉呀！孙大花，就算许高德是你儿子，你也没权利打死他，还请县老爷发落，藐视皇家律法，来人，拉出去，杖打50大板！青天大老爷饶命啊！徐老二没有偷我的鸡蛋，都是我搞错了，我也没有打他呀，我就是吓唬吓唬的，你们饶了我吧！他叫什么名字？几岁了？小女名叫许福星，刚出生没几个时辰。许福星，好名字，胖乎乎的真可爱。许福星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看着这个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小公子，突然还张开了小嘴巴，咬住了苏泽云的手指头。他的死对头来了！当时要不是他弄错了轨道，他怎么会出事故，又怎么会穿到这里？都怪他！大胆刁民，放肆！苏三，住手！小笨蛋，你还没长牙呢。你还挺聪明的。苏三，少10两银子。苏泽云拿回自己的手指头，也没去擦干净，取下腰间的玉佩，放在许福星的小手上。本公子高兴，玉佩送你了，不许弄丢，不许送人。本公子还会来的。小王爷竟然送出去定情信物！老妖妇，今日过来吓坏了本公子的好朋友许福星，你该当何罪啊？孙大花为了活命啊，那是豁了出去了。李正一看京城小公子喜欢许福星，那赶紧的拍马屁啊！所以最后孙大花赔偿10两银子，外加2亩地给许高德，小公子才满意的走了。许高德家的天降好运被张婶子一传播，一下子许高德成了桃源村的红人。
时间飞快，许福星满月了。妹妹，等你长大了就能吃肉了，大哥天天给你烤兔肉吃。妹妹，二哥会做烤鱼，烤鱼才好吃呢，就是把鱼从河里捞出来。我给妹妹买好看的衣裳穿。我给妹妹做好玩的木剑玩。福星啊，你要快快长大哟，4个哥哥都等着给你做好吃的好玩的呢。全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。孙大花带着4岁的许大丫来了。许家4个小子如临大敌，饭也不吃了。4人分工明确，一个拿碗筷，一个拿红烧肉，一个拿炒鸡蛋，还有一个擦桌子。眨眼的功夫，摆满桌子的饭菜全都被端进了厨房，藏好。闻着肉味进来的孙大花，只看到一张空桌子。许老汉，你竟然自己吃毒！你们来我家干什么？我是你奶，是你爹的亲娘，我来看我满月的乖孙女儿，不行啊！这是大丫传剩下的，我带过来给福星当满月礼。苏小公子赏赐的10两银子，足够我家福星穿新衣裳，穿到4岁。我家福星不需要旧衣裳，你拿回去吧。奶，我好冷啊！赔钱货也知道冷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大丫，拿着热水去那边坐着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行了，我也不和你们废话了。我家桂枝也是今天满月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家这奶水喝不完，给我家桂枝来2碗。我不要别人家的，就要李正媳妇送来的就行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好不要脸啊！我家福星的东西凭啥给你啊？拿上你的东西赶紧滚，不然我去找李正送你吃牢饭。王秋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，也敢当家做主？薛老汉，你就让这个东西欺负你老娘，你个没用的孬种！我已经被你们赶出来快10年了，你们给我找的媳妇跑了，孩子也抢了，我和你们两不相欠。这里是我家，秋芳是我媳妇儿，我们是有婚书的。媳妇儿她不嫌弃我穷，从来没骂过我是奴才命，也不骂我闺女是灾星。我家就是秋芳做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许福星的哭声响了起来。孙大花眉头一挑，你个灾星，这次不死也要8层皮。妹妹，咋了？哥哥在呢。福星，娘在这儿呢。福星，弟弟在呢，别怕啊，别怕。许家全家齐上阵，全都到了炕上围着许福星。许大丫捂着手，同样哭得撕心裂肺，可她没许福星吃得饱，哭声大呀。所以那么大一个孩子倒在开水钵中，干脆被无视了。奶，灾星烫我手，打他，打死他！许大丫，你胡咧咧啥呀？我家福星才满月，你都4岁了，他怎么会烫着你？许大丫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娘可怜你，给你热水暖手，你竟然想要烫死我妹妹！爹娘，你们看呢，许大丫刚才坐的小板凳距离妹妹很远的，现在她倒的地方距离妹妹只有不到2米远，她就是想要走过来烫死妹妹。孙大花，你过来干啥的？就是过来害我家福星的！我要去找李正，我要去找县老爷评评理。你个畜生，我要害死你家灾星早就下手了，至于用一个赔钱货？说着扯过了许大丫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打在他的小脸上。你个赔钱货，我打死你这个赔钱货，让你祸害老娘的名声！要打回家打去，带上你的东西赶紧走。孙大花真是来气了，本来是过来拿奶水的，结果惹了一身骚啊。许大丫被打得头晕目眩，一路跌跌撞撞回到家，进门就被关进了柴房，不许吃饭。他到现在都搞不明白，他端着一碗开水打算去烫死许福星，顺便偷走那块玉佩，可是才走了几步就感觉有人踹了他一脚，之后他摔倒在地，一碗开水反而烫了他自己的爪子。娘，今天都是我们没看好妹妹，以后我们几个不会再让妹妹一个人落单了。这次也是娘大意了，我们一家以后守护好福星。在许福星的福星高照下，转眼过去了5个春秋，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。许福星穿着一身大红棉袄，扎着花包头，坐在门口，一边吃肉包子一边赏雪。福星，你又在吃肉包子呀？
你可真有福气啊！你爹娘上山打猎，你都可以自己在家吃肉包子，我就不行了，我都要饿死了。许福星只是扫了他一眼，仍旧一口一口吃着肉包子。许福星，你是聋了吗？我说要饿死了。你饿死了，那也是你的娘不给你吃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许福星，你这个灾星，你奶不要你，都是你活该，你这个……冯招娣还要说呢，只见许明远回来了。冯招娣，你骂谁灾星呢？你自己8次克父母，害得家里人从镇上搬到乡下来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冯招娣每天都要被父母打骂，8字克父母，这话许家人总能听到。我才不是呢！大哥，爹娘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们去山里找找吧。妹妹，爹娘交代过的，你太小了不能上山，我们在家等着他们回来就成。我不管，我就要上山，我就要上山嘛！哼！妹妹别哭，别哭啊！许福星担心爹娘和3个哥哥一路飞奔。妹妹，你慢点呀，你跑得太快了，小心摔着了。老3、老4，带上你娘，你们往东面跑，我来引开这野猪，快点！二哥，你要小心啊！3头野猪闻到了味道，就跟着许高德跑。只是这东西跑着跑着，脑子灵光了似的，竟然有2头，又去追王秋芳母子4个。这样一家5口绕了一大圈，最后还是被3头野猪团团围住了。爹，现在怎么办呀？住手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千钧一发之际，许福星稚嫩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几乎是在同时，一道闪电就从天而降，劈在了地上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地上出现了一个大坑，3头野猪还没反应过来，已经扑通掉了进去。天哪！福星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。娘，别哭啊，我能保护爹娘和哥哥们，我们现在没事了。那3个畜生都已经掉坑里了，我们发财了呀！妹妹真厉害，一来就逮住了野猪。爹，我们可以卖了野猪换银子呀！福星，他们说的没错，你呀就是我们许家的福星，你们在这守着，我就下山找帮手，把野猪抬下去卖钱。许高德夸奖小女孩，转身就要走，哪知道这深山里早就多了父女俩。许高德，我来帮你吧。说话的正是许高德的邻居冯才，在他身后跟着他的小女孩冯招娣。不过这野猪得分我一半。那不行，这些野猪都是我妹妹抓到的，你们凭什么分走一半？我逮住的野猪一根毛都不分给你。爹，我们不用抬下去也能卖掉野猪。许福星，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这里是深山，哪里来的买野猪的人啊？这谁打到的野猪？我全要了。这是我们许家逮住的野猪，3头都是。你是许福星？就是我。你是想要买野猪吗？我从镇上来的，一路上听闻桃源村有个女娃娃名叫许福星，有她在总有好事发生。我看你长得就像。这雪越下越大了，你想买野猪，那就快点付钱吧。我们这里野猪是……他忘了野猪多少钱1斤了，回头看向自己爹爹，问：爹爹，咱们野猪多少文钱1斤呀？我们这野猪50文钱1斤，我看这3头野猪最小的200斤左右，最大的也有300斤。你要称重的话，我回去借工具来。不用称重了，这3个加起来我给100两银子。这位小哥，我们都是庄稼人，要不得这么多，给我们60两银子就成了。那许高德不要的话，剩下的40两银子给我就成。他不嫌少呢。凭什么给你啊？我们家的野猪关你什么事？人家买主都没说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男人看了一眼冯才，咧嘴一笑，只是这笑真的是太诡异了。冯才只觉得全身发抖，让他忍不住双腿发抖。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爹，银子呀，爹！嘿，大哥哥，你可真厉害。
许福星夸奖着男人，男人嘿嘿笑着。主子让他送温暖，终于完成任务，可以回家了。你一个人怎么带回去3头野猪？你要野猪做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们都是镇上苏老板家的仆人，苏老板要办寿辰，让我们买野猪回去做寿宴。爹爹，我们回家吧。许高德没想那么多，立即带着妻儿转身下山了。等到他们刚走，那男人命令道：赶紧抬下去。是苏总管。这些人训练有素，扛着野猪从另外一个方向下山了。苏三却是最后跟上去，他要通知主子赶紧来镇上办寿宴，不然就穿帮了呀。二哥，咱们不能再这样了，这太危险了。娘，不如我们做生意吧。打猎又危险又辛苦，咱们家现在有这么多银子了，娘亲做菜的手艺那么好，咱们就算是卖面条，那也能赚钱呀。二哥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呀，咱们家福星就是聪慧。对呀，这么好的主意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之前我到镇上去卖野物，看到那个面馆的生意头特别好。呸！冯招娣向着许福星吐了一口唾沫。你瞪什么眼啊？再敢瞪我，我让熊瞎子吃了你的眼珠子。刚才村里人都说冯招娣父女俩差点被熊瞎子吃了，这会儿又说到熊瞎子，把冯招娣吓得直打哆嗦，气呼呼跑出去了。没跑了多久，竟然碰到了许桂枝。冯姐姐，你吃糖吗？我奶做给我吃的，你尝尝。这东西可金贵着呢。冯招娣急忙接过来，立即整块塞进嘴巴里。冯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我妹妹又欺负你了吗？哼，那个灾星，桂枝，我和你说哟，他家打到了3头野猪，赚了100两银子呢，和他那个奴才爹抠门得很。许桂枝好像不是很懂，迈着小短腿扭头就回家了。桂枝，下次我想吃肉包啊，肉馅的包子。奶，二叔家卖了3头野猪，赚了100两银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老泼妇，你的二儿子有钱都不给你，你快去要钱呀！啥？桂枝，这话你听谁说的呀？就是妹妹家邻居啊，冯姐姐说的呀。孙大花的眼珠子都放出光亮来了，放下了小孙女儿，就要向着许高德家里跑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拦着我干什么呀？那个狗奴才，他有100两银子，凭啥不孝敬我这个亲娘？就凭许高德不是你儿子了？他都忘了呀。2年前许高德赚了5两银子，他也去闹了。好巧不巧的，县老爷又来了，结果就是孙大花被打了10个大板子，许高德自愿退出许家族谱，再也不是孙大花的儿子了。没了母子关系，孙大花哪来的脸去要钱？被算计又没算计成的许高德，这会儿拎着3条鱼回家了。王秋芳开始做酸菜鱼面条，许高德跟着孩子们一起准备明天需要用的东西。爹爹，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是没有马车。这时候门口突然传来马车的声音，许家人纷纷看过去，只见来人正是买野猪的那个男人。徐老爹，我临时有事，马车没地儿放，能放你家几天吗？或者我就送你家得了，实在是碍事。你这马车我们买了，多少钱？你家大人同意吗？爹爹，咱们可以买下这辆马车吗？那你喜欢这辆马车吗？喜欢。好，我们买了，要多少银子？咱们都认识了，那就10两银子吧。我这要去办事，能快点吗？爹娘，徐老汉家里怎么会有1辆马车？没眼力劲儿的东西还敢再提，欠揍！爹娘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许家一家人都开始搬东西上车，准备上车的时候，邻居冯家人都出来了。哟，徐老汉，你现在都能当许财主了呀？打猎都不去了，跑去做生意？自己脑子里都是大粪的，有2吊钱就能上天了，还做生意？你就一个农残命，也不怕赔个精光？都赔进去也没啥，他家还能再去打野猪，再卖钱呢。冯瘸子，我看你才是农残命呢，我爹才不是呢。我爹就是能赚大钱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敢打人，我就去找李正，让你坐大牢。
到时候你的媳妇是别人的媳妇，你的孩子管别的男人叫爹。哼！许福星瞪着冯才，又瞪了一眼冯招娣，在冯家人羡慕嫉妒的眼神中上车离开了。爹娘，我们来的还不算晚，就在那边摆个路边摊吧。福星，那里是不是人太多了呀？你看那个卖包子的，卖油炸糕的，我们卖面条的过去是不是不太好呀？娘，我们没偷没抢，反而是卖好吃的给别人，我们是在做好事啊。既然是做好事，那就要到人多的地方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在那儿卖面条。酸菜鱼哦，好吃不贵，大碗更实惠。刚开始过路人都只是看着，闻着酸菜鱼汤的味儿，根本不想吃。后来听到许福星这么吆喝，粉粉嫩嫩的小姑娘这么可爱，总要给点面子呀。小姑娘，你家面条多少钱一碗呀？2文钱一碗，我们家这面碗比别人家的都大哟，而且今天只卖不到100碗哟，来晚了就没得吃了。好，给我来1碗。我也要1碗。还有我，多放辣椒啊。吃面条的顾客越来越多了，许高德一家忙活起来。老板，你们这面条也太好吃吧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。短短1个多时辰，这些面条都卖光了，后面过来的客人已经吃不到了。许福星这才说：哥哥姐姐，叔叔伯伯，大爷大娘们，今天我们第1天过来卖面条，做的不够多，还请见谅呀。明天吧，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，我们会多做一些面条，大家还想吃的可以过来哟。徐老二，你可真是发财了呀，这要买马车去镇上做生意的赚了不少吧？徐老二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可不能自己发财忘了兄弟们。哟，全家都出动了，肯定赚了不少钱啊，怎么着也得请乡亲们吃上一顿吧。张老大，你去给李财主家里修房子得了10两银子吧，你请村里人吃一顿了吗？孙铁柱，你家里修墙，我去帮忙干活3天，你给我喝一口水了吗？还有你钱老四，你老娘病了，我借你的2个铜板，你家现在发了大财，你也该还我了吧？我赚没赚钱和你们都没关系，别在我这占便宜，要么赶紧让开，要么我这马可不长眼。徐老二，没赚钱就没赚钱吧，至于哭丧这张脸吗？我和你说，我可是过来人，这做生意啊，不是什么人都能赚到钱的。想当年，你个废材，闭嘴！哼，你个废材，就你脑子里都是大粪，不赔光光才怪呢。你眼睛不瞎的话，看清楚了，我们家赚钱了。福星啊，进去坐着，咱们回家吃肉包子。回到家，许高德和4个儿子停好马车之后搬东西，王秋芳去做肉包子，许福星吃着糖坐在小板凳上玩，不过脑子可没空着。今天客人很多，他看到4哥许明顺摔了一跤，本来就身体虚弱，现在更惨，他想要给4哥弄个百年人参熬汤补一补。你还瞪眼干什么？不怕熊瞎子吃了你的眼珠子吗？你个灾星，我才没有看你呢。冯招娣，你又骑墙头来欺负我妹妹，我打死你这个丧门星！你祸害过了你家，还来祸害我家！冯招娣，你是不是偷吃了娘给我的鸡蛋了？你个丧门星，竟然敢偷吃鸡蛋！翻去砍柴，看不回来就别回来！丧门星，你看人家许福星总给许家添好运，你看看你，我们全家都被你祸害完了。3哥骂完，2哥也跟着骂，冯才举起了拐杖就要打他了。冯招娣被打怕了，一口咬在了3哥的手上，跑了。出门就闻到了许家屋里飘出来的肉包子味儿，他更来气了。福星啊，一会儿跟着你娘还有老3老4在家，别乱跑啊！爹爹带着你哥哥们去捞鱼，明天做酸菜鱼面条用的。许福星看着许明顺脸色不太好，心中担忧。4哥，你睡一会儿吧，我和3哥在院子里玩呢，不用看着的。爹娘现在还没发现许明顺不太对劲儿，等到发现了就晚了。你们不要去山上玩呀，爹娘说了，山上危险着呢。老4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好妹妹的。3哥，你看4哥摔得好惨哦，我想去给4哥弄一根百年人参补一补。
山上的什么猛兽都怕我的。你看上次我一去就逮住了野猪，说不定我们这次还能逮住别的东西呢。妹妹，刚才爹爹说的话你都忘了吗？昨天我们全家差点死在山上，你忘了吗？老四身体不好，明天我们可以去镇上给他抓药。我们现在也不是没有钱。许福星也不反驳，大眼睛盯着三哥，眼圈里很快盈满了泪水。妹妹别哭，别哭啊！三哥，我想给四哥找根百年人参，大夫那里没有，有的话也得100两银子，我们买不起。别哭，别哭了，三哥陪你去进山。三哥，快走呀，一会儿被娘发现了就走不掉了。妹妹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就算买不起百年人参，我们还可以买年份少一点的人参的。他总觉得这里危险，万一再出来一头野猪可咋办呀？只是他没想到的是，野猪没出现，倒是出现个野丫头。冯招弟，你又跟着我们，不要脸！这山是你家的吗？我过来玩的，咋就跟着你了？你才不要脸呢！妹妹，你看这个是吗？许明海拿出一根类似人参的东西，激动的不行。只是他手抖，那东西掉在地上了，正准备去捡起来呢，突然一只小黑手伸出来，动作飞快的抓住了那东西。嘿，这东西是我捡到的，那就是我的。冯招娣刚才还在想怎么样才能抢到手呢，毕竟他是真的害怕许家4个小子，没想到许家老三手笨呢，这么容易就到手了。他把东西塞进口袋里，扭头就跑。许明海差点气得炸肺啊，就要去追回来。三哥别追了，不就是一根树根吗？有什么可抢的呀？三哥，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百年人参呢。妹妹，你真是厉害呀！兄妹俩下山飞奔回家，路过小河边就听到了许高德的大笑声。爹爹！哎，福星，你怎么来了？他看着许福星来时的路，一下子就懂了。老三，你竟然带着妹妹上山，你是忘了昨天发生的事了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？爹爹，是我带着三哥上山的，我做梦梦到山上有好东西叫我呢，我就去了，你别怪三哥。嘿，爹，当然有好东西啦，回家给你看。我们一去就找到了，不到半个时辰。我家福星就是厉害，天下第一。许福星点头，小手指着那鱼篓。爹爹打了这么多鱼啊，爹爹也厉害。这都是一群傻鱼，送上门来的傻鱼。一家人欢欢喜喜回了家，才一进门，邻居冯才拄着拐杖站在墙边，满脸得意。徐老二啊，你也别怪我家闺女啊，那人参是我闺女从地上捡来的，又不是你家闺女手里抢来的。福星，你没事吧？那个丫头片子敢抢你的东西，娘给你抢回来。娘，我不要的东西，咱们别理那种讨厌鬼，咱们杀只鸡吧，炖一锅鸡汤给四哥补补，咱们都补补。福星啊，那些野鸡都是留着给你生辰时候咱们一起吃的呀。娘，我不要那个时候吃，我现在就要吃鸡肉呀，我感觉身体虚弱，我需要补一补。我的乖乖，都把我的福星累瘦了呀，娘现在就去杀鸡，杀2只，把人参都放进去一半，好好补一补呀。夜深人静，许高德一家满是幸福，但是许高山那里就不一样了。听说许高德镇上做生意赚了钱，他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同样睡不着的还有许桂芝。别人都知道他和许福星一样都是5岁半，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重生的。上辈子许福星一路好运，被奶奶当眼珠子一样宠爱，最后还成了皇后，他却是个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炮灰，他不甘心呢。可能是老天爷可怜他，他重生回来了，甚至老天爷都想帮着他，让那个算命先生说他才是福星，将来能成为皇后。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事情好像越来越跑偏了呢。前世的许福星可没做过什么生意，又没赚到这么多钱呀。难道是因为自己提前和他互换了身份，改变了什么？
第二天一大早，许桂枝就要求自己奶奶要去镇上看看。娘，我们带桂枝过去看看吧。桂枝是福星，说不定这是天意，能给咱们家带来财路呢。走。呸！给你得意的，你等着，今天老子卖掉人参，明天买一辆比你好10000倍的马车。老板，我今天可是最早来的，我要2碗，1碗在这吃了，1碗带回去给我夫人尝尝。哎，好说好说。这边生意如火如荼，许高山跟着孙大花和许桂枝见状，那个眼红啊！尤其是许桂枝，他要想点办法做点什么，不能让许福星这样一帆风顺下去了。正想着呢，他看到了街道对面有个熟悉的影子，是他，未来的皇帝，如今的小皇叔来了，许桂枝的机会来了。他知道的，前世里许福星和苏泽云相遇，就是因为许福星差点被马车撞死，苏泽云小年纪英雄救美。如今他知道这些，那苏泽云就是他的了。于是眼看着有一头驴子飞奔过来，许桂枝挣脱了奶奶的手，冲向了马路中央。只见许桂枝发了疯一样的冲向了大街上，那头驴子脱欢了一样的跑过去，眼看着一人一头驴子马上就要撞到一起了。那头驴子跑到了许桂枝跟前，突然停了下来。许桂枝想要爬起来，可她才动动小手啊，那头驴子突然发出了受惊的叫声，而且它慢悠悠地迈开步子，1步2步跨过了许桂枝。或许是过于受惊，驴子还拉稀了，这一坨粑粑不偏不倚，全都喷在了许桂枝的小脸上。桂枝啊！哪里来的小疯子？没见过驴子吗？我的老天爷啊，这太好笑了！哎，你们看啊，那老婆子嫌弃自己孙女呢。苏泽云刚刚准备穿过街道来看许福星，现在远远看到许福星笑得眉眼弯弯，冰冷的脸上竟然也浮现出一丝丝笑意，把苏三都看呆了。苏三，明日镇上苏家要有酸菜鱼面条。你个该死的灾星，都是因为你害得桂枝，你给我赔钱！你个老泼妇，你家孙女自己发疯跑到街上，关我们家福星什么事啊？你想干啥？干架吗？我可不怕你。就是啊，你这老太婆好不讲理，你是脑子抽了吗？你们站在那么老远的地方，那小姑娘在这边一直都没动，你想要钱想疯了吧？我和你说呀，我二舅老爷在衙门当差呢，你敢欺负许老板，我让我二舅老爷过来带你去大牢里见识见识。哼，你们懂得啥？这个许福星就是个灾星，我家桂枝将来可是万清朝的皇后。老婆子，我看你是真疯了！皇后，大家快来瞧瞧，万清朝未来的皇后一身驴粑粑。我可是记住了，将来皇上选妃这事可得告诉皇上，皇后她臭我。二娘，赶紧回家给桂枝洗洗吧，咱们家皇后不能和这些刁民一般见识。走吧，跟奶回家。很快500碗面条都卖完了，仍旧是有很多人没吃到面条。王秋芳一脸的歉意，多谢各位捧场呀，明天我争取多做一些面条来。不必了，想吃面条的明天给苏老板贺寿，要么就要等到后天再来吧。我是苏老板家的仆人，明天是苏老板的寿宴，我家老板很喜欢吃你们做的酸菜鱼面条，请你们到府上做面条，怎么样？我娘做的面条那是天下第一的，就是不知道你们家给多少钱？30两银子包吃一顿饭，食材你们自备，怎么样？我家老爷也是这个意思，许老板同意吗？这15两银子定金，明天做好面条再付另外一半。好的，我们去做面条，全家都去。爹娘，我们明天要去苏老板府上了，是不是该换一身衣裳？哎，好，现在收拾收拾，马上去买新衣。妹妹真好，妹妹真厉害。许家人高高兴兴回了家，另一边的冯才却是异常愤怒地往回走呢，他要回家打死那个赔钱货女儿。就在半个时辰之前，冯才拿着红布包裹的百年人参，连着走了3家药材铺子。老哥，这东西真的是百年人参，看在咱们从前是邻居的情分上，我只要30两银子。冯才啊，我看是想发财想疯了，这东西就是个长得像人参的树干，你还要30两银子，就3个铜板我都不会给你的，别和我抢情分啊！谁他妈和你做邻居？那儿倒了8辈子血霉！呸！啥也不是的瞎眼玩意儿，人参和树根都分不清楚，还敢出来混，不要脸！
冯才又气又恼，刚爬起来，又听到过路人说许高德一家明天不摆摊了，他一下子就笑了。他正想走过去问个究竟呢，想要听听许高德的笑话，幸灾乐祸一下下呢。结果那路过的人又说许高德一家走了好运，明天到苏府上去做酸菜鱼面条，半天下来就有30两银子。冯才一下子就傻眼了。兄弟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许高德一家都去苏府上，还有30两银子？你个疯乞丐，还想学人家许老板？做梦吧你！人家就是都去苏府上，半天下来就有30两银子，馋死你！冯招娣此刻在家大吃大喝呢，一口一个鸡蛋，2口一个馒头，3口1碗米饭。他现在是冯家的功臣，他爹去镇上之前都答应他了，鸡蛋、馒头、米饭随便造。你个丧萌星，你还吃我的粮食，我打死你个丧萌星！爹，你干啥打我呀？我可是捡到了100年人参。人参？你个丧门星，敢骗你老子，那就是一个树根，我打死你！呀，疼！接下来的1个时辰里，冯家大门外都能听见冯招娣的惨叫声。妹妹，冯招娣抢了咱家的人参，现在正被打呢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着咱们抢东西了。所以我才没让咱娘要回来嘛，一个树根能换来这么好听的声音，值了。与此同时，在许高山家里同样是一片鬼哭狼嚎的声音，那是许桂枝的娘吴美玉在哭呢。刚才许桂枝回来那狼狈的样子，吴美玉十分嫌弃，奈何婆婆让她给许桂枝赶紧洗澡。吴美玉原本也不是许桂枝的亲娘，洗了1遍就不想管了。孙大花嫌弃脏，又让洗了3遍。吴美玉不乐意，舍不得柴火烧热水，就用凉水给许桂枝洗澡了。许桂枝忍着，等到洗好了就开始发烧打喷嚏。大冬天给一个才5岁半的孩子洗凉水澡，毫无疑问的这是着凉了呀。嚎什么嚎呀，你娘死了呀！乖孙女，乖乖睡一觉，睡醒了就好了。娘，家里没柴烧了，那水也没那么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。哼，你打着什么心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呢。我告诉你，吴美玉，桂枝不是你亲生的，她可是将来的皇后。如果她记得你现在对她不好，皇后是会让你娘家诛9族的。如果她做不上皇后呢？你个贱蹄子，你敢说我家桂枝不是皇后？她不是皇后，谁是啊？是你吗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，你一个赔钱货！额娘，明天苏老板寿辰，我们家要送什么？该带谁过去？你带着许大丫过去，贺礼每年都那样。许高山那边，他带着许大丫出门，非常不情愿。到了苏家大门，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许福星。许高山也看到了，许高德一家都来了，而且还是从一辆马车上下来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二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我干什么用得着你来管吗？许高德，你的兄弟长，我提醒你啊，苏府不是你能来的地方，你赶紧回去。你这种人都能来，我们怎么不能来？我们又没偷没抢的，还是被请来的。许老板，让久等了，马车会派人从侧门牵进去的，你们跟我来吧。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了？我们是来贺寿的。贺寿的？再等2个时辰才能进去。我是来请许高德许老板的。我是许高德的大哥，我们也能进去。他不是，我爹爹和许家都没关系了，你不要听他的话。贺寿再等2个时辰才能进去，在外面等着吧。爹，那个灾星真不是东西，他难道都不知道你才是他亲爹吗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灾星不是我女儿，你要是再敢犯，我就把你卖去窑子。苏三把他们带到一间单独的小厨房，虽然房间不大，但是里面东西都很齐全。有什么需要的，只要管事的就行了。苏府上用的也是粗盐吗？我们这里没有盐吧？苏三已经准备往外走了，听到许福星的话，急忙转身回来。很显然，这是有人提前设计他们家了。张管家，过来！张管家，许家厨房里为什么没有清洗盐巴？难不成都被老鼠盗走了吗？我看是这个管家瞧不起我们，故意不给我们放盐吧，现在就想诬陷我们家偷了盐。既然如此，我看苏老板这寿宴我们也不做了。我们是穷，可我们从来不偷不抢。张管家，你今天不给许老板一个交代，就滚出苏家！
苏侍卫饶命啊！都是我脑子笨，忘记拿盐巴过来了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许老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个狗奴才吧。我马上就去拿精细盐巴过来呀。今天这寿宴可不能没了您家的酸菜鱼面条啊。许老板，这都是我失职了，还请您留下来。那赶紧去吧，我们要忙了。苏泽云知道许福兴一家来苏府上做酸菜鱼面条，身边侍卫众多，担心吓着了许福兴。于是苏泽云打扮成县城小公子，此刻正在翻墙呢。许福兴正吃到高兴之处，忽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死对头的气息，心中暗叫一声不好。许福兴就要跳下石凳往爹娘的厨房里跑。他坐在厚厚高高的棉垫子上，只是一个转身，连人带着垫子全都倒在了地上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爬苏府的院墙！这个欢迎桌剩饭菜。没问题，不许往回要的呀。我不能白吃你东西，你也不能白拿我的东西吧。坐这边陪我吃饭，东西送你了就不会往回要的。说话要算数啊，不算数是小狗。是小狗。你是哪家的混小子，敢欺负我妹妹？乖女儿别怕，爹在这儿呢。福兴，谁欺负你了？娘去揍他。妹妹，是那个混小子吗？妹妹，你想怎么打他？三哥帮你。许老板，这位是我家小公子苏泽云。您忘了吗？福兴刚出生就来送玉佩、送银子的那个。真的是咱们的恩公苏公子呀。许老板，刚才都是一场意外啊，你们赶紧去做面条吧，很快要上菜了。爹娘，哥哥们，你们去忙吧，我在院子里玩会儿，没事的。再来一碗，许福兴陪我吃。苏泽云，你是什么人？苏泽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许福兴，许高德家的妖女，你还有4个哥哥，1个村花娘亲，行了吧？那你呢？你家里都有谁？我和苏三，还有个哥哥，还有我哥哥的一堆媳妇儿，还有一大帮侄子侄女儿，我都不认得的，没爹没娘。站在角落里观察的苏三无语了。小王爷，如果让先皇知道你这样说，估计会从皇陵里爬出来吧。这边的美好场景都被厨房里的4个哥哥们看在眼里了，一个个红着眼睛瞪着苏泽云，恨不得现在就把寿宴的面条都做完，冲出去把妹妹抢回来。你想不想吃酱牛肉、卤羊肉、肉丸子？我去前院吃饭，带上你去吃就好了。一会儿吃完，还能给你哥哥们、爹娘也带回来一些呢。那行吧，我去和我爹娘说一声。苏小公子带我去前院吃好吃的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给你们也带回来。好呀，有苏小公子带着我家福星，我放心。我们就坐这儿吧，前面太吵了。他不吃吗？这里人这么多，他站着太奇怪了吧。苏三，坐。咱们村不是有个赤脚郎中吗？他会给人治病啊。4哥将来比他还要厉害，神医，就是一出手就能活死人肉白骨。爹爹，我好饿呀，还不能开饭吗？福宝，咱们先吃个鱼丸子，等一下苏小公子。苏小公子，许家4个小子都瞪大了眼睛，这家伙咋还来呢？不高兴。你们不能这样对苏小公子，他才9岁，也是个孩子，而且呀，他还是咱们整个桃源村的大恩人。让你们久等了，我出去办事，顺路带回了些礼物过来。小王爷啊，您特地跑了整个县城，找到这些东西，回来就是顺路。许家4个小子仍旧没有好脸色，哼，别以为随便弄个糊里花哨的礼物就能收买他们，绝对不能。福宝过来看看，喜欢什么？县城有家糕点铺子，去的匆忙，随便捡了几样给你。你看，早拿出来嘛，那些都是男孩子的东西，我才不稀罕呢。男孩子的东西？许家4个小子听到妹妹这话，不由伸长脖子看过去。福宝不喜欢这些啊，我也不是很喜欢。你们看看，有喜欢的吗？许明远拿着那把剑，高兴地耍了起来。许明成分看那几本书，还拿着毛笔比划。许明海拿着算盘，新奇地摆弄着。许明顺拿着药箱，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套银针。你们喜欢的话，就送你们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总要为国家大业着想。我看你们都是可塑之才啊。小王爷开始发挥他大忽悠的本领了。没一会儿，许家4个小子看着他，都是一脸崇拜。苏小公子，你真是见多识广啊，你肯定会功夫吧？
我能跟你学吗？苏小公子，你肯定会读书啊，你能教教我吗？苏小公子，你肯定很有钱的吧？你是怎么赚到的呀？我也想要赚很多钱。苏小公子，你肯定会医术吧？就是能活死人肉白骨的那种。大家都是男子汉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。苏三，来。许家四公子，你们想学的这些，我都可以教你们。秋芳啊，咱们这样拿人家的东西不好啊！你看那些东西，肯定不便宜啊。先欠着吧，以后每天用苏小公子送咱们福宝去镇上，来回供他吃饭。虽然人家不差钱，但是这也是咱们的一点心意啊。天黑了，月亮升起来了。许高德难得出去溜一圈，回来阴沉着脸对王秋芳说：许高山，活该。咋了？王秋芳听到许高山，就想到白天吴美玉来抢女儿。如果不是在镇上，王秋芳能把他打骨折。臭不要脸的狗东西！也不知道他得罪了什么大人物。这让苏府的下人来了，告诉他们，以后都不和许高山做生意了。啥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许高山以后都不能给苏府上送竹笋了？不光是不能送竹笋，年货也不能送。不管是啥，人家都不收他许高山的东西，活该。这就叫做报应啊！你看他那个德行，从前都是你上山挖竹笋，卖了钱都是他的。老三家的种棉花，收了钱他也收一大半。现在好了，看他以后咋嘚瑟。这还咋嘚瑟呀？许高山正在家里打媳妇呢，胡美玉都被打成猪头脸了。都是你这个没用的贱货！我是缺了你吃还是少了你喝？你跑去镇上给我丢人现眼！现人酥，你吃啥现人酥？你不蠢等死吗？还有你个赔钱货！我没说过吗？许福星是个灾星，不是我女儿，你俩离她远点不行吗？哎呀，日子没法过了，灾星要克死我们全家呀！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许家落得今天的下场都是许福星造孽，可他又没有办法，又不敢去找许福星，只能哀嚎。此后接连10几天，许家每天卖出的鱼丸子300多个，酸菜鱼面条接近1000碗，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呐。这是从镇上回来，天阴沉沉的，眼看就要下雪了。许福星说：爹爹，再过10天就过年了，这又要下大雪，咱们不要去卖面条了。来看看，今天不下雪啊，明天咱们就过去。午饭刚刚吃完，许福星就跟着苏泽云去他家里吃好吃的了。王秋芳从厨房出来，想去后院看看野鸡下了几个蛋，这就听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王秋芳，真的是你吗？秋芳！他心里咯噔一下，来人正是王秋芳的二姐王夏花，后面跟着的就是王夏花的2个儿子和1个小女儿。哎呀，秋芳呀，你咋打扮得跟大户人家的夫人似的呀？你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呀！我从大姐家回来，路过你们镇上，才听说了你的大名呀。二姐，你咋来了？秋芳呀，这是你大外甥黄千山，小外甥黄银山，大外甥女黄冬梅，他们都快10岁了，你还没见过呢。我想着这都快过年了，带他们过来给你见见。二姐，快过年了，你带孩子们过来，是给咱爹上坟烧纸的吧？啊，秋芳啊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再说我也找不到咱爹的坟头。你找不到，我能找到啊。你要是有心过去，我这就带你过去。咱爹也没见过你这几个孩子，让他老人家看看。秋芳啊，我这日子过得苦，不像你现在吃穿不愁的呀。我不瞒你说，我和这几个孩子过来，现在还没吃饭呢。三姨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。三姨，我头晕，能不能屋里躺一会儿啊？黄冬梅更厉害了，迈开步子向着厨房走过去。三姨，镇上的人都说你做的酸菜鱼面条可好吃了，现在还有吗？有了3丫头拿着猪肉出来呢。哪知道厨房里突然出来一个13、14岁的男娃子，手里拿着一把剑，指着黄冬梅。你是谁？哪里来的土匪啊？敢进我家厨房？要去吃牢饭吗？秋芳呀，这人是谁呀？啊，这是我大儿子许明远，今年13岁。秋芳啊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，我儿子又不是外人。
秋芳啊，二姐是过来人，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嫁一个带孩子的穷猎户，你亏大发了呀。二姐和你讲啊，这女人无论嫁给什么样的人家，都要有娘家做靠山呐。你说你亲姐姐大过年的来串门子，你看看你这儿子，竟然拿着剑指着我们，这像话吗？我儿子有啥不像话的？他在自己家里，突然来了土匪想要抢东西，他没把土匪暴揍一顿，就算他善良了。王秋芳，你怎么和你二姐说话呢？我大老远的来看你，你就这么招待我的？我是你娘家人，你在这老许家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，将来你被送回娘家，可别怪我不给你撑腰。赶紧给我们整5碗酸菜鱼面条，鱼肉多放点，再把那鱼丸子整30个，还有猪头肉来3斤。听说你家福宝还吃杏仁酥，给我家冬梅来1盒。王夏花，我看你是蹬鼻子上脸了吧？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软柿子吗？想打秋风想疯了，跑来我家。我告诉你，我家啥都不会招待你，就你当年出嫁把咱爹救命的钱都偷走了，你也配做我的娘家人吗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要么现在给我滚出去，要么我揍一顿再滚出去。王夏花吓得一个哆嗦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王秋芳竟然这么厉害了，她不是桃源村娇滴滴的村花吗？她不是抹不开面子的吗？这架势咋看都更像是悍妇啊！还不滚！别打，别打！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黄家3个孩子突然扭头跑了回来。没一会儿，黄金山跑进了厨房里，黄银山跑进了屋里，黄冬梅好像是跑懵了，直接跑到了后院去了。王秋芳，咋样？我说的话你还不听呢？你自己没个一儿半女的，那就是不行。娘，三爷送我3条大鱼，还有1大碗的鱼丸子。娘，三爷送我的杏仁酥呢，这就是福宝吃的那种。娘，三姨家养了好多只野鸡呢，咱们先拿这2只，吃完了再来拿。哼，福宝就是个灾星，赔钱货，他凭啥吃这么好的东西？好东西就该我们男娃子吃。你们是谁？把我家的东西都放下！福宝，你回来了，是不是饿了？娘给你拿。这位小公子，我把1只野鸡送给你，以后我能和你一起玩吗？啪！福宝一个小巴掌招呼过去，黄冬梅被呼倒在地。嘿呀呀，你是哪个大黑脸，敢抢我的野鸡，我打死你！哎呦，救命啊！娘，灾星要打死我了呀！福宝，你快别打了，那是你姐姐呀！你个丑八怪，老妖婆，我打死你们！哼，让你嘲笑我娘，让你偷拿我家东西，让你长得丑。这个左勾拳不错，力道足，而且位置也好。哎，那个右勾拳还差一点点火候哎。那个砸在眼睛上的拳头漂亮。苏三站在不远处，时刻盯着自家主子身边的这几个畜生。如果他们敢动一下，不管是动福宝还是动他们家主子，那都得砍头。啊，王秋芳，你这个丫头片子，灾星要打死你亲姐姐呀！你快让她别打了。福宝才不是灾星，她是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才不是我的二姐呢，你是闯入我家的土匪。福宝，你给她留口气就行，随便打。福宝，你再不放开我娘，我打死你！小花，她头发太多了，看着烦。话落，只见一道白影一闪而过，黄银山的头顶上突然出现一只小雪狐，那2只后爪子牢牢抓住他的头发，另外2只小爪子一把一把的揪他的头发。哎呀，疼！娘，我的头发呀！我要成秃头和尚了，我还没娶媳妇儿呢。福宝，这种力气活下次交给苏三吧，他皮糙肉厚。你打我儿子，赔钱！今天这事儿没有5两银子，我就在这不走了。王夏花，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来我家打秋风呢？宁远呢？去镇上报告县老爷，就说这个王夏花光天下日来抢劫，这都快过年了，我看他们娘几个也没地儿吃饭，正好去吃牢饭吧。他看了一眼大儿子手里的篮子，心里还算是平衡的，好歹还有几条鱼，1碗鱼丸子，算是没白来。王秋芳，你给我等着！为了挽回面子，只能硬撑着吓唬王秋芳，之后拉着孩子们就跑。等到许高德回来，王秋芳把白天发生的事情都和他说了一遍，说着说着就哭了。二哥，
是我对不住咱家福宝呀，都是我那败家亲戚。娘亲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是最好最好的娘亲。那些败家亲戚，他们敢再来，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。我的小花让他们全都当和尚当尼姑。秋芳啊，孩子们说的没错，你是没错的，都是我们几个没用，没能保护好你和福宝。你放心，这里永远都是你家。他们敢过来闹事欺负你，我们都不放过他们。对，我们都不会放过他们。娘亲，咱们家日子越来越好了，我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哟。王秋芳可没想到福宝会突然说这话，他看着许高德，脸都红了。别胡闹，赶紧睡觉去。许家人安然入睡，王夏花一家可就折腾得够呛了。一回到家，王夏花就赶紧把鱼丸子拿出来献给自己婆婆黄老婆子。虽然她是个泼妇，可黄老婆子比她还是个泼妇，一物降一物呀，没用的东西。下次过去带着麻袋多拿点儿。该死的老婆子，咋不噎死你呢？俺们娘几个豁出命去，才换了一碗呢。篮子都放我屋里，明天我亲自下厨，杀一条鱼补一补。大半夜里，黄老婆子突然嗷一嗓子，把全家人都吓醒了。我的鱼呢？谁拿了我的鱼？你们谁拿了我的鱼？赶紧交出来，不然我把你们通通休了。三个儿媳妇全都否认，而且都拿出了没头鱼的证据来。黄老婆子还不信，就要说去找李正说道。结果他才一下地，突然感觉到肚子疼，继而跑去茅厕拉稀。谁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全家人都开始跟着拉稀。没多会儿，孩子们都吐了，继而大人们也都吐了。好不容易吃到的鱼丸子，上吐下泻，折腾没了不说，原本吃下去的饭菜也都吐了。老黄家折腾到了天光大亮，全家人都趴在炕上起不来了。村里赤脚郎中又不在，只能干耗着。爷，妹妹，这是昨天被抢走的篮子吗？鱼也在呀。这篮子怎么回来了？谁拿回来的？嘿，老天爷呗，咱们家这么善良，都有人欺负咱们，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，就把东西送回来了。许福星也没多解释，说多了他们也不懂的。手上剩下一半的杏仁酥全都递给了身边的小雪狐。吃吧，昨天辛苦你了，还有你那些朋友，拿去吧。嘿，苏苏，小花帮我找回篮子和大鱼，是不是该奖励他？对，福宝做得好。那我们走吧，今天出发的时间已经晚了哟。苏苏，我是女孩子呀，你是男孩子，书上不是都说了吗？男女有别的。我家今天不去镇上卖面条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很快就要下大雪了。如果是晴天，许家就会去镇上卖面条，那样的话，福宝就会坐他的马车。气，老天爷都和他作对。哼！气鼓鼓的苏泽云转身就回家了，也没和福宝说再见。这时候，许高德已经跟着孩子们装好了东西，准备出发了。许福星急忙跑过去说：“爹爹，这都要下大雪了，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吧？”福宝，爹爹打猎这么多年，这种天气也出去过，从来没发生过意外的，你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苏三去了茅厕的功夫，回来就看到自家主子倒看着一本书呢，黑着一张脸，真好笑。哎，主子，福宝跟着他家人去镇上了，咱们不去吗？什么？不去？苏三，咱们这么过去吧，眼看着要下大雪了，那路挺危险的。怕什么？人家许高德可是有经验的猎户，如果一会儿发生了雪崩啥的，那也不用怕的。我看那个福宝也是挺奇怪的，许高德都不让他跟着了，他偏要跟着。那么小一只，比咱们九公主小不了几个月，被雪埋了的话，应该啥都看不见的吧？福宝可真是要成了雪人哦。苏三，去把那件虎皮大衣带上。主子，这是去打猎？对，咱们去山上打猎。许高德驾车，福宝靠在娘亲身上，闭着眼假寐呢。还没到山路附近呢，福宝眼前突然出现一幅画面，画面里果然出现了雪崩，很多人被埋进了大雪里头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突然皱着小眉头，捂着肚子。娘，我肚子好痛啊，我要去茅房。二哥，快停车，福宝肚子疼，要去茅房。徐乐，你有病啊，会不会赶车？没看见我们在后面吗？你才有病呢，你们全家都有病。大人说话，你小孩子滚一边去。去高山，福宝是我女儿，用不着你来管。你不服气，大可以使我手上的鞭子。爹爹，
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呢。天都要下雪了，赶紧上路吧。许高德，你赶紧让开条路，我着急，我要先过去。爹爹，我去茅房还要一会儿呢。他们一家着急上路呢，我们就让一让吧。你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着急上路？你家皇后许桂芝说的呀。天都要下雪了，赶紧上路吧。这话有啥不对的？等到许福星磨磨唧唧的去上完茅房，天上忽然飘飘洒洒的下雪了。爹爹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不去茅房，就……妹妹没有错，天要下雪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的呀。福宝没错，都是爹爹的错。明知道下大雪，爹爹还要出来。咱们回家吧。许高德驾着马车一路返回了许家。才刚下车，村里好几口人来到他家大门口。哎呀，徐老二，幸亏你们去镇上。就说你可真是福大命大啊！这种大雪天气啊，那帮人真是着急上路啊！你们还不知道啊？就你们常走那条山路，雪崩了，好几辆马车都被大雪埋了。啥？许高德一家除了许福星，都是一脸震惊的表情。这好端端的咋就雪崩了呢？刚才那地方刮了山风啊，而且好几辆马车一起过去，谁都不知道咋回事啊，反正就被大雪埋了。那就是说，许高山的马车也被雪埋了。山路那边雪崩了，埋了不少人呢。哎呀，这个时候雪崩，那个许高德不是正在去镇上卖面条的路上吗？哎呦喂，我说呀，他家那个许福星就是灾星，之前还没人信呢，现在都信了吧？就是，依我说呀，好端端的就雪崩了，肯定是那个灾星招来的祸害。这回雪崩，许高德一家被埋了也就罢了，还连累了别人。哎呀，这得让他们家赔钱呢。对，必须赔钱，每人赔10两银子都不多。孙大花正高兴呢，就看到李正带着一伙人从他家门前走过去。他赶紧招呼李正：“李正啊，许老二害了这么多人家，你可得给我们老百姓做主啊！”孙大花，你有那个闲工夫呀，就叫上你的3儿子，赶紧跟我们走一趟，去救人。李正啊，不是我们不去啊，实在是我家高山刚出门去镇上接贵客了，我现在又病着，家里一家老小的只剩下高和照顾，他去救人，我们咋办呢？李正，那边情况挺严重的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。孙大花，你不跟着过去吗？我凭啥过去啊？我老婆子胳膊断了，你是眼睛看不到吗？你个老泼妇，你这许高山被大雪埋了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我好心好意提醒你呢，你还骂人，你才瞎了呢。他刚才说啥？谁被埋了？他好像说的是许高山吧？许高山，你的大儿子许高山，他被大雪给埋了，咋回事啊？这咋可能呢？被埋的不是许老二吗？咋成了我家大儿子了呀？许高和，赶紧给老娘滚出来，快去看看你大哥是不是被雪埋了。许高和正在屋里热炕头上跟媳妇揍人呢，被自己老娘一嗓子喊得没了兴致。娘，你别听人胡咧咧，我大哥那么聪明能干，咋能被雪埋了呢？就算是徐老二被埋了，我大哥也不能被埋了。桂枝将来可是皇后啊，那福泽身后着呢，福大命大。奶，许福星家里摆喜宴呢。啥玩意儿？孙大花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奶，王秋芳说了，他家许高德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没有走那条山路，所以没有被大雪埋了。今天宴请全村人，谁去都发鱼丸子，还给1碗酸菜鱼面条，你想吃就去呀。咋回事啊？许高德竟然没被雪埋了，还大难不死的摆喜宴。老三，你快去看看，是不是你大哥被雪埋了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把你赶出去，让你和你媳妇儿单过。老大媳妇儿，跟我走，带上饭碗，快点儿。胡美玉扶着孙大花，拿着个竹篮子，篮子里放了好几个大号饭碗。哎呦，这不是孙大花吗？咋的，你也过来领酸菜鱼面条啊？嘿嘿，孙大花，你这脸皮真是厚的，针都扎不透啊！这才过去几天啊，你就老糊涂了。我们全村人都记得呢，我们的救命恩人福宝差点被你带着那熊瞎子给调走。我也记着这事儿呢，没皮没脸的玩意儿，竟然还敢来吃人家的面条。谁给你的脸皮啊？那个熊瞎子吗？谁想的赶紧滚蛋！许高德大难不死，宴请全村人，我也是桃源村的，我凭啥不能吃啊？王秋芳，给我来1碗酸菜鱼面条，
面条要多，鱼肉也要多，再来3大碗鱼丸子。哟，孙大花，你家许高山被大雪埋了，你家养的那个蔚蓝万清朝皇后也被大雪埋了，你还有心思来这吃面条啊？娘，这是真的吗？别听他胡咧咧，咱家桂枝是福星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有他保护高山，高山才不会被大雪埋呢。胡美玉呀，我劝你还是别听你婆婆胡咧咧才是。你家许高山听说被车子砸断了一条腿呢，你有这闲工夫跟着老不正经的在这要饭，还不如去看看你男人。你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，我家高山才不会断了一条腿呢。哼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都要过来要饭了，还敢骂人？你可别不信，刚才李正派人过来了，谁家有受伤的，让自己家里人必须出人去抬回来。你个老泼妇，你才要饭呢！我二儿子送面条给你吃，你就这么对他老娘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孙大花，我男人可是除了族谱的，这辈子再也不是你儿子。你要是忘了，咱们就去县老爷那里评评理。我家福宝福星高照，我们全家都大难不死，这才宴请全村人吃面条的。但是我们可不会给居心叵测的坏人，尤其是差点害死我家福宝的你，赶紧滚！好你个小悍妇啊，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你再不走，熊瞎子就过来把你叼走。娘，不好了，大哥被雪埋了，还砸断了一条腿，咱们赶紧找人去把他弄回来啊！孙大花刚才就在害怕熊瞎子，现在又听到了大儿子的噩耗，当时两眼一翻，晕了。徐美玉也没管孙大花，撒腿就跑向山路那边。孙大花后脑勺着地，这一下子又给他生生的疼醒了过来。他一坐起来就指着许高德吼叫：你个狗奴才，都是你害了我家高山，你赶紧去把他给我带回来！老天爷呀，日子没法过了啊！熊瞎子来了！后面还准备嚎叫出个新花样呢，他突然瞥见了一道黑熊的影子，那是啥都忘了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正在排队的村民却是哄堂大笑，哪有什么熊瞎子呀，就是穿着一身黑的李大胖子走过来了呀。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好好的人咋就这样了呀？想到倒霉2个字，胡美玉就想到了许桂枝。那个灾星呢？人呢？胡美玉擦了擦眼泪，怒气冲冲站起来找许桂枝。她可不认为许桂枝是福星，许家接二连三的倒霉，胡美玉都认定了是许桂枝的错。此时的许桂枝正趴在大雪炕里，身上压着雪，嘴巴里也都是雪。许桂枝哇哇大哭了好一会儿，本以为会有人同情她、可怜她、安慰她，哪知道竟然一个都没有，而且她还得到了一个大耳刮子。许美玉一巴掌就把刚刚站起来的许桂枝打倒在地了。娘，你打我做什么呀？收起你的歪心思，你就是我们许家的灾星，以后给我乖乖听话，老实干活，不然我把你去卖去当童养媳。许老大媳妇儿啊，不是我们怪你啊，如果刚才不是你家许桂枝作妖，我们根本不会被大雪埋的。郑家婶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天都黑成那个样子了，我们都怕下大雪，想着赶紧过去这段路啊，哪知道你家许桂枝非要停车，说什么山上有个好看的小公子，你们家的马车在最前面，我们都在后面跟着呀，这一个耽误就雪崩了。你这个贱蹄子，这么小就知道勾搭男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胡美玉扯着嗓子大骂，一边骂一边抽的耳刮子。让你害了全村人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回到家的许桂枝一下子就跑到自己奶奶跟前想要告状，没想到她奶见到昏迷不醒的许高山，一脚就把许桂枝给踹出去了。你咋回事啊？不是让你好好保护你爹吗？你咋弄成这德行了？胡美玉又把刚才郑家婶子的话说了一遍。你个小贱蹄子，你看到了什么公子啊？你是皇后，你的男人只能是将来的皇上。你这个眼皮子浅的贱蹄子，滚去柴房，不许吃饭！他刚才的确看到了苏小公子就在山头上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眨眼间苏小公子就不见了。他和自己老爹解释，他爹就说他犯贱，
才5岁就像男人。哎呀呀，福宝家的鱼丸子真是好吃，比富贵楼的都好吃呢。前几次都是自己被关柴房，许桂芝在她奶奶屋吃香的喝辣的。现在风水轮流转，许大丫觉得自己翻身了。许桂芝，你可得长记性啊！你是吃屎皇后，更是灾星。我们家有今天，那都是你克的。我娘可说了，家里砍柴的活就归你了。如果你不干，就去给李大胖子做童养媳，他家给10两银子呢。滚！你个赔钱货，自己偷吃！若是我告诉奶，看他不打死你！吃屎皇后啊！我说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啊！我能一下子拿4个鱼丸子过来，你脑子里如果不是屎，就能想到了。这是奶同意的。就这么和你说吧，奶已经决定了，让全家唯一的女娃子我许大丫过继给咱们家的贵客。我以后就是京城的千金大小姐了哟。而你许桂芝吃屎皇后只能做一个村姑童养媳。大雪纷纷扬扬的下了一整夜，天都亮了还在下着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妹妹快出来呀，这里有雪人。哥哥们，这是你们堆的雪人吗？妹妹，你看一眼这把剑就应该知道了，这不是哥哥们能干出来的。妹妹，这上等丝绸材质的衣裳咱们家还没有。妹妹，雪人的眼睛好像是黑珍珠，哥哥们没有的。妹妹，雪人和你长得好像啊，这鼻子是玉做的呀，嘴巴好像也是玉做的。这时候苏三到了许家大门口，许家4兄弟见到他立即围了过去。苏大哥，你来了呀？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娘今天做了老多好吃的了，你们都来吃呀。谢谢啊，我家少爷肯定会高兴的。福宝，我能和你说几句悄悄话吗？那你跟我进屋说吧。那你说吧，有啥事儿？苏三赶紧把自家主子的丰功伟绩一顿吹嘘，什么不顾风雪呀，什么担心的食不下咽呀，什么夜不能寐呀。许福星无语了，这位大哥，你还能再夸张点吗？所以这个雪人就是你家少爷夜不能寐跑过来堆砌的？我家主子就是担心福宝，可他要面子，现在他应该饿了，也不好意思过来吃饭。走吧，我去请你家小公子过来吃饭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福宝，我要找你这事儿，你可不要告诉你家主子，我懂的。苏泽云躺在床上盖着棉被瑟瑟发抖中，满脑子都是福宝。我是少爷，滚出去，本王不想看见你。刚刚走到门口的许福星脚步一顿，金大腿竟然是个王爷。许福星生气了，转身就要离开。这个金大腿他不香了，他不想抱了。苏三见状就以为许福星听到那句滚出去，这是生气了呀，赶紧说，福宝，我家少爷说梦话呢，他病了，正在发烧。福宝福宝，求求你了。福宝，我昨天没找到你，就去买了蟹黄包、尖虾饺、杏仁酥还有蜂蜜。苏苏，我娘让我来叫你去吃饭呢，那你现在病了是不是？王二，扶我起来，我要去吃饭。苏苏，你就穿这一身过去不太好吧？你先出去，这是男孩子的房间。上次你还进我房间了呢，这次咱们扯平了。福宝，你下次不能那么任性了，昨天多危险啊，那山路那边都埋了好些人呢。苏泽云开始讲昨天他都干啥了。苏三听得满头冷汗。主子，我都给你美颜了，你这把美颜的部分都去掉了。到了饭桌上，许家人都震惊了。苏泽云主仆3个完全化身要饭花子，那吃的叫一个狼吞虎咽呢，差点把舌头都吃进去。苏苏，你真是瘦了，多吃点，赶紧吃，吃完上山砍柴，天黑之前砍不回来柴，你就别回来了。许桂芝从来没有砍过柴，又只吃了1个馒头，全身还疼着呢。没走多远呢，就听见村里一群小屁孩叽叽喳喳的。福宝真是命好啊，吃得好喝得好，而且还有那么好的小公子陪着他。福宝心肠也好啊，还给我们鱼丸子吃呢。那个大雪人真的好好看呢。你们闭嘴！哎呦喂，我还以为谁呢，这不是吃屎皇后吗？还戴着个面纱，你以为是京城大小姐啊？吃屎皇后如今落魄了，要去山上砍柴呀。快去吧，山上啊还有好看的小公子呢。你们别以为灾星给你们吃鱼丸子他就是好人，这都是他的阴谋。许福星就是灾星。你才是灾星呢，
你害得你爹差点被砸死，害得你奶差点被熊瞎子叼走，害得你家没了生意。就是福宝就是福星，他给我们全村人吃鱼丸子，吃酸菜鱼面条呢。你家给了吗？疯了，你们都疯了！哼，吃沈皇后说福宝坏话，咱们一起上！张二丫吆喝一声，大家一起把许桂枝给揍了。面纱被撕碎了，许桂枝哇哇大哭，没有门牙的她看起来更丑了。你们是哪家的小孩呀？干什么欺负人？许桂枝听得这个声音，一下子来了精神。京城的贵客来了呀！这个还是贵客的小儿子，没什么脑子，喜欢看表面。前世里，这个小孩子就被许福星迷得神魂颠倒。这一次，许桂枝比许福星最先认识他，他可不能放弃这个机会的。小妹妹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多谢小哥哥帮忙，我没事的，他们没有欺负我。你就是太善良了，都被人欺负成这样子了，还不敢说话呢。谢谢小哥哥，我还要去砍柴。哎呀，我的胳膊断了呀！如果我不能砍柴，我哪会冻死呢？我真是没用呀！小姑娘，你别去砍柴了，走，我送你回家，让你家里人去砍柴。车上坐着一个美妇人，见到了许桂枝，又听自己儿子说这些，立马就心疼了。她是会点医术的，当时就把许桂枝的胳膊给弄好了。夫人，这里就是我家了。我奶还等着我砍柴回去呢，家里太冷了。这里是你家？对呀，我叫许桂枝，今年5岁半了。谢谢夫人送我回来。若是二位有空，可以来我家喝杯热茶，我会泡茶的。这时候，孙大花听到了马车的声音，急忙跑出来。奶，就是那位贵夫人和小哥哥刚才救了我，还治好了我的胳膊，送我回来的。孙大花看看许桂枝，又看看下了马车款款走来的贵客，心里一突，不由得又开始怀疑许桂枝真的是个福星。他本打算把许桂枝过继过去的，只是这段时间家里接连倒霉，让他改变了主意。如今许桂枝竟然自己遇到了贵客，难道这就是天意？二婶子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不认得我了吧？如意呀，婶子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呀！快，屋里坐。二婶子，这是我小儿子赵元思。来，元思，叫二姥姥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来来来，屋里坐呀，二姥姥给你吃鱼丸子。胡美玉更是立即给许大丫换上了一身碎花新棉袄，还有黑色新棉裤，甚至在她的大脸蛋子上点了红胭脂。如果换作是平时不打扮的话，还能凑合着看。如今这一打扮呀，赵元思只看了一眼就抿着嘴巴笑了，真像京城戏班子里的小丑。二婶子，昨天我们打算过来的，结果天下大雪，就在县城客栈住下了，没想到给您添了麻烦呀。这20两银子您拿着，给大山兄弟好好养养。如意呀，这可怎么好意思呢，让你破费了。怎么没见到桂枝啊？她胳膊刚才被打脱臼了，门牙也少了2个。现在外面那么冷，她去做什么了？什么桂枝？许大丫一愣，许如意该领回京城的不是她吗？这和许桂枝有什么关系？桂枝被打了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呀，敢打我的乖孙女？桂枝，快进来。元思，你去找找妹妹，这孩子那么孝顺，该不会又去砍柴了吧？桂枝妹妹，你这是干什么去了？外面多冷啊！小哥哥，我去给奶烧火了，屋里太冷了，你和夫人刚过来，我怕你们冷。桂枝，这是干啥去了呀？你这胳膊不能干重活，要养着的呀。奶，都是我没用，我被村里的小孩打了，没去砍柴，我错了。桂枝，我的乖孙呀，谁让你去砍柴的？你们谁？孙大花立即狠狠看向许家所有人，尤其是2个儿媳妇。许桂枝心想，孙大花果然是好演技，比我还厉害呢。娘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桂枝就是孝顺您，非要过去砍柴，我也拦不住呀。我的乖孙呐，你孝顺奶，奶也心疼你。以后咱不去砍柴哈。
这种粗活都让许大丫去干。许大丫无语了，奶呀，你是脑子有包吗？明明是你让许桂枝去砍柴的呀。二婶子，我和桂枝很有缘，这一过来领孩子就碰到了她。我想把桂枝带过去当亲生的养着，你看成吗？桂枝日后做了我的女儿也不会忘本的。您呢，还是她的奶奶，每年过年我都会带她回来探望您的。如意呀，二婶子当然信得过你的。桂枝跟着我受苦了，跟着你才能过上好日子呀。桂枝啊，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？爹娘奶奶哥哥姐姐们，桂枝不会忘了你们的，桂枝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孙大花也不留他了，他装模作样的舍不得许桂枝，还是把人送出了大门外。许桂枝坐在华丽的马车上，脸上不见半点笑容，依依不舍地看着许家众人。苏苏，你怎么不过来玩呀？可好玩了。福宝，你玩吧，我看着就行。苏苏，看雪球。哎呀！坐在马车里的许桂枝被打脸了，而且打脸的还是一个雪球，非常结实的雪球。妹妹，你怎么样呀？哎呀，你的嘴巴都流血了呀！一定是有人嫉妒我妹妹，故意的。我去看看是哪家的孩子，是不是你的雪球？许福星回头看着那个雪球，歪着小脑袋。就是我的雪球。苏泽云看见这个臭小子盯着福宝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他立即站在了福宝的前面，牵着他的小手挡住了赵元思的视线。你是何人？有何事？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福宝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不说就赶紧滚蛋。他的雪球砸到了我妹妹，那就该给我妹妹道歉。元思小哥哥，你不能带走许桂枝，她就是个灾星，是个吃屎皇后，你带走她，你会倒霉的。你这个小孩真是心思歹毒啊！桂枝是你的亲妹妹，你们全家都欺负她，现在她要做我妹妹，以后跟着我在京城过好日子了，你就来说她坏话，你还有良心吗你？哥哥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不疼了。不行，妹妹，你被这个雪球打了，嘴巴都流血了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哥哥，许桂枝，你就不要装了，你就是个灾星，我爹爹被砸断了一条腿，就是因为你想要勾搭男人，结果才发生了血崩。我奶被熊瞎子叼走，咬伤了胳膊，那也是因为你去欺负许福星，才带来了霉运。姐姐，奶奶都说了，我是咱家的福星呀。那个算命先生还说我将来能做皇后的，我不是灾星，你不要这样说我好不好？呸！就你还想做皇后？你就是个吃屎皇后吧？人家许福星才是福星呢。福星一到家，人家就翻身了，现在日子过得可好了。他娘做的鱼丸子可好吃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就是害人精。小哥哥，你真的不要带他走，他真的是个灾星，我家现在搞得这么落魄，就是因为他害的。许福星是谁啊？他娘之前派人来询问过，听说许家有个福星，有了他家里好运连连。他们以为就是许桂枝，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许福星呢。我就是许福星。许桂枝，你就要去京城做大小姐了呀，我可得恭喜你哦。哥哥，我们走吧，娘还在等着呢。福宝，你就让许桂枝这么走了吗？她以后就是京城的大小姐了呀，你以后只能是个村姑，说不定以后她成了皇后会回来打你的。她是不是大小姐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嫉妒她成了大小姐，你却只能是个村姑，那你去拦着呀，找我干什么呀？一个吃屎皇后罢了，这辈子她都不会成为皇后的，我会保护福宝的，谁都不能欺负她。苏苏，京城真的那么好吗？京城不好玩，哪里都是撒谎的孩子。撒谎的孩子是会被熊瞎子叼走的。许桂枝回到马车上，许如意并没有搂过她，看向她的目光不由得带着深究。娘，妹妹的脸都肿了，都是那个许福星干的好事，我都要让她下跪道歉呢。妹妹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放过她的。哥哥，没事的，福宝经常欺负人，村里小孩都讨厌他，我都习惯了。村里小孩都讨厌他？是的，许福星一出生就被算命先生说是灾星，村里小孩跟他在一起玩都倒霉，所以讨厌他。
只是许如意眯了眯眼，京城后宅那些小人精3岁都可以心思歹毒可怕的程度，这个许桂枝果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。倒是那个许福星看着很有福气，想到这里，许如意不由得有点后悔。赵元思低着头没说话，他刚才觉得许福星很可爱啊，怎么会都讨厌他呢？夫人，少爷你们坐稳了。这个时候车夫突然怪叫一声，马车似乎打了个急转弯往回跑了。夫人少爷，前面跑来一只大黑熊啊，现在马受了惊，怎么办？娘，我保护妹妹。你和桂枝跳下车，娘引开黑熊。娘，没事的，咱们是往村里跑的，很快会有村民过来救咱们的。哥哥，我们还是跳下去吧，黑熊会吃人的。这本来应该是许如意要说的话，为了儿子，他可以不要自己的命。可是现在听到许桂枝这样说，他心里不是滋味。桂枝，别怕，哥哥会保护你和娘的。哥哥，咱们离村里老远了，黑熊可厉害了，咱们先跳下去，马车会跑得快的，就能跑到村里。娘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儿子，别怕，娘在呢，别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天旋地转，马车突然倒了。元思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许如意被甩飞出了马车，赵元思的额头也磕破了皮，手也流血了。只有许桂枝死死抓着马车把手，啥事儿都没有。娘！那头大黑熊就在许如意跟前不到5米的地方，并且全力奔跑过来呢。许如意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向着赵元思呼喊着：元思，不要过来，好好活着。哥哥，别过去，危险呢，咱们去村里叫人来吧。滚开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就是要死也要和我娘死在一块儿。眼看着大黑熊就来了，许桂枝也顾不得别的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许如意痛哭流涕，见到了这幅场景更是后悔了。如果他活下来，这个许桂枝他是万万不能要的。孽畜，还不赶紧滚，再来害人我劈死你。稚嫩的童音突然响了起来，大黑熊一个急刹车不动了，看看许福星，又看看跑远了的许桂枝，一顿捶胸顿足。是你救了我们？举手之劳罢了，我不收钱的，别怕。福宝，你又任性了，熊瞎子会吃人的，多可怕呀！下次这种活儿，熊瞎子哪有这个小姑娘可怕呀？她就是小手那么一指，说了一句顽童的玩笑话，就把个熊瞎子给吓跑了。娘，这就是桃源村的福宝，就是他刚才吓跑了那个熊瞎子，救了咱们呢。福宝呀，你救了我们母子俩的性命，大恩不言谢。那你能做我的儿媳妇吗？不能。许如意看到了苏泽云的正脸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是小王爷呀！福宝救了你们，你们真金白银的感谢感谢就成了。他才不要给你儿子当媳妇呢。是小，本公子还有事，不希望外人打扰。苏泽云说完，拉着许福星就走了。福宝，你等！赵元思还想要去追呢，许如意赶紧搂住了自己的儿子。元思呀，娘刚才说错话了，你还太小，不着急找媳妇儿。娘，走，去许家。车夫稳了稳心神，立即驾车赶往许家。奶，熊瞎子又来了，还来追赵家的马车，咱们赶紧去救人吧。你个浪蹄子，一定是你又看上了哪个男人，半路逃跑了。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得跟着许如意走。我们可是收了银子的，你不跟着过去，我们的银子怎么办？赶紧滚！奶，你就跟我过去吧，若不是熊瞎子来了，你再打死我也不晚呀。若是我说的是真的，你救了赵家人，他们肯定会感谢咱们，还会给咱们银子的呀。成，老三呢？你去叫几个人过来。桂枝，你在前面带路，赶紧走。不必了，娘，你没事了呀？我来找我奶去救你呢。啪！回应许桂枝的不是许如意的安抚，而是许如意的一巴掌。二婶子，你家这个灾星我可不敢要，70两银子给我拿回来吧。娘，你别不要我呀，我赶紧跑回来是想找人呢。我是去晚了，可是你和哥哥也没有事啊。你别叫我娘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狼心狗肺的女儿。我们来的时候就是从小河边走的，
根本就没有什么熊瞎子。带上你回去就有了熊瞎子，这都是你这个灾星招来的。如意呀，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。我家桂枝可是福星呀，你看有她在，你们娘俩才会平安无事。呸！孙大花，你个老泼妇，为了银子把一个灾星过继给我，你想得美！赶紧给我还钱，不然我就去报官，让你的儿子孙子都去吃牢饭。娘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责怪桂枝啊，桂枝很喜欢娘的。滚开！我娘差点被熊瞎子叼走，你还自己逃命，小小年纪就这么能算计，我们家才不要你这样的祸害呢。给你60两，我大儿子因为去接你们才被砸断了一条腿，10两银子算是医药费。一家子人精，10两银子医药费够你们喝药喝个够了。母子2个走了，许桂枝不甘心呢，她哭喊着追了出去。夫人，你听我说呀，夫人。吃屎皇后，现在不吃屎了，改吃土了呀。许大丫，今日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最好给我乖乖的，不然我要了你的小命。福宝！赵元思看到福宝，眼睛都亮了，一下子跳下了马车。苏泽云的脸更黑了，叫得这么亲干什么呀？福宝又和你不熟。苏小公子也在这儿啊，我们是过来感谢福宝的救命之恩的。你想怎么谢呀？东西放下就行。苏小公子说的是，这是我们的谢礼，一共100两银子。我们出来的匆忙，带的银子不多，下次……没有下次，谢礼我替他收了，你们赶紧走。福宝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苏小公子，我们走了呀，这就走。许如意打了声招呼，立即催促车夫：“快走，赶紧的吧，越快越好。”他可不敢多看一眼这个小王爷了。元思，你想要你娘被砍头吗？娘，我就是想要和福宝说句话呀。哎，儿子呀，以后不要再想福宝了。我不，福宝那么可爱，还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再想他了呀？哎，元思，你可还记得皇宫里的小王爷？刚才那个苏小公子就是那个小霸王，娘不会记错的，那个小公子就是小王爷。娘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，但是他一直护着福宝呢。就在刚才，你若是再往前走一步，他身边的暗卫肯定会砍掉你的脑袋。所以元思呀，咱们以后都不要靠近福宝了，否则的话，不单单是娘，就连咱们整个赵家或许都会被诛九族呀。你就是故意的，刚才在小河边你就是抓我的手了。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男女有别的，你都不记得我说过的话，你就是大坏蛋。福宝，我记得你说的话呢，你喜欢吃杏仁酥，喜欢喝蜂蜜，还喜欢吃煎虾饺。福宝，你看我都记得你说的话呢，这些都是给你吃的，你还生气吗？虽然这次我不生气了，但是你再牵我的手，你就别来我家了。爹娘，我救了一个贵妇人，她说我是救命恩人，送给我100两银子呢。就是在小河边，福宝吓跑了熊瞎子，救了一个过路人，那人着急回家，把银子放下就走了。闺女，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熊瞎子会吃人的，上次都把孙大花叼走了，你忘了吗？娘亲不哭啊，没事的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如妹妹跟着我们一起学功夫吧，这样就不怕了。我才不要学功夫，我根本不需要。然而他反抗无效，许家4兄弟许高德夫妻加上苏泽云等人全票通过，福宝跟着学功夫。许高德家的院子里不时传来欢笑的声音，这样一直躲在一边的许桂枝气得红了眼。天都黑了，许桂枝才回到家，家里人都睡着了，谁都没有出来找她，甚至没给她留下一口饭吃。你还有脸回来，想让我打死你吗？奶，虽然我没有被人领走，但是也是因为我爹爹才得到了10两银子的医药费啊。您不是常说我是福星吗？难道我不是吗？呸！别啥好事都往你自己身上揽，赶紧睡觉，明天去砍柴。夜静悄悄，许福星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到自己化身成一只火凤凰，正在和一条蛟龙大战。
突然冒出来一条青龙，帮他打死了那条蛟龙。青龙也因此受了重伤，掉下了万丈深渊。不要！妹妹，今天只学一个时辰就好了。妹妹，今天学完一个动作，哥哥们带你出去玩。苏子云过来接走了许福星，他家的院子更大更宽敞。苏三负责教许明远和许明成，王二负责教许明海和许明顺，苏子云负责教许福星。福宝，我们先喝点蜂蜜再开始学吧。苏子云都已经把蜂蜜倒好了，本以为福宝会开心的喝起来，哪知道福宝摇头还叹气，坐在了台阶上，双手托腮，一脸的苦恼。福宝，怎么不高兴了呀？福宝，我以前有个师傅说过的，不开心的事情要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会没事了。唉，苏苏，你们这儿有龙吗？当然有龙啊！我和你说，不仅仅有龙，还有凤凰呢。真的吗？那你见过龙吗？还有凤凰，你也见过吗？我当然见过了，青龙配火凤凰，他们一起守护天下子民，打败各种邪恶的蛟龙。苏子云开始讲述了青龙火凤凰的故事。万清朝历代皇上被奉为青龙，皇后被奉为火凤，这就是个传说而已，两个小孩子竟然当真了。许福星越听越高兴，原来他做的梦是真的呀！而且青龙就算是掉进了万丈深渊也不会死的，因为火凤会去救他。苏苏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些都知道。故事也听了，蜂蜜也喝了，功夫也学起来了。福宝很聪慧，一教就会，而且动作比苏子云还要标准。妹妹真是太厉害了，妹妹比我学的还要快。妹妹果然是天下第一厉害的。妹妹以后肯定能打败大坏蛋。哼，那是啊，我可是火凤凰呢。对，福宝是火凤凰。我就是青龙，青龙才配火凤凰。苏三和王二对视一眼，心中默默崇拜自家主子。果然是小王爷。福宝，这里雪太深了，我背你进去吧。不用不用，这样才好玩呀。没走多远，许明顺发现了跟过来的冯招娣。冯招娣，你又跟着我们做什么呀？你不怕被熊瞎子叼走吗你？哼，熊瞎子要叼走我，你们就是见死不救，到时候村里人就会说福宝是灾星。你这么丑又脸皮厚的小孩，熊瞎子才不稀罕吃你呢。你都说了我是灾星，那你可要离我远一点，不然倒霉。我长得丑，可是我吃你家饭了吗？我才不像你呢，整天去苏小公子家里要饭。苏苏，你说我是要饭的吗？苏泽云瞪了一眼冯招娣，只是一个眼神而已，竟然把冯招娣给吓得摔倒了。福宝才没有要饭呢，我的好吃的就是福宝的好吃的，福宝吃自己的东西没有错。我们这是去山里哎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再有几日就要过年，大帅的咳嗽之症又要发作了，那些庸医都没用得很。福宝，我大哥总是咳嗽，家里的药都吃遍了，还是不见好转。这里是宝山，是不是会有一些珍稀的草药啊？或许能够缓解咳嗽之症。小王爷的大哥，那就是大王爷了。大王爷咳嗽，想要奇效的药材，这好办。苏小公子，现在是冬天，想要草药，最起码也得春暖花开才行啊。对啊，现在冰天雪地的，草药都冻死了。哥哥们放心吧，咱们这里是宝山，奇珍异宝多得很，说不定咱们运气好就能碰到呢。许福星带着人又往里走了一段距离，突然前方不足10米处出现一头大白虫。妹妹小心，这里有大白虫。大白虫是桃源村的方言，其实就是一种白虎。白底黑色花纹的白虎正凶狠地盯着许福星的方向。苏三，苏泽云一声令下，苏三拔出了剑冲了出去。这个时候许福星已经跑到了大白虎跟前，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。妹妹，福宝，哼，仙草是我的，饶你一命，快滚吧！骑在苏三身上的白虎张大了嘴巴，就要去咬苏三的脖子。听到许福星的声音，白虎竟然吓得一个哆嗦，之后立即放弃了苏三，扭头就跑。哥哥们，这里好像有仙草。福宝，你怎么又任性了？大老虎多可怕呀，会吃小孩子的。福宝，这里真的有3株草药，你看看，这些仙草能治疗咳嗽之症吗？能，太能了。宝儿，你怎么知道？
就许明说的那本遗书上有这种仙草的画像，写着治疗咳嗽有奇效。对，我也看到了这个画像，就是我不认的字。王师傅，你认的字呀？你真聪明。福宝真是天下第一厉害的，一下子就找到了仙草。因为我是火凤凰呀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厉害的。苏苏，这3株仙草有1株不怎么好了，我们不要了。这1株最大的送给你，这1株留给我爹娘吧，他们最近好像有点咳嗽。谢谢福宝，我有1株就够了。好呀，回家了，今天要吃酸菜鱼面条。等到所有人都走了，刚刚被扔在雪地上的一个小小仙草被一个黑瘦的小手捡了起来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等了好久冻得有些发抖的许桂枝。灾星，算你识相，知道留1株给我，不然看我不打死你！哼，仙草是我的。许桂枝刚要收起仙草，冯招娣突然冲了过来，想要夺走许桂枝手上的仙草。滚开！不想他才冲过来，就被许桂枝一个巴掌打倒在地。许桂枝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你一个破落户的穷鬼赔钱货，也配和我争？起来，给我砍柴，不然我还打你。今天的事情，若是你敢说出去1个字，我就告诉我奶，说你偷了我的麦芽糖，我奶就会找你家要银子。你猜，你爹会不会把你给卖了？许桂枝回到家，把1滚柴给孙大花看，想要美言一番，得到些奖励，怎么着也应该有个肉包子吃吧。哪知道孙大花表现得更甚。桂枝啊，咱们以后都不用干这种脏活累活了，这些活都让许大丫去干去。桂枝一定是累坏了，来吃肉包子，吃饱了就去洗洗睡觉吧。等到过年，奶给你做1身新衣裳，给你买葱油饼。高山呐，你可要和那户人家讲好了，50两银子，1个铜板都不能少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都打听好了，不过人家也说了，一定要养得白白胖胖的，看着喜庆的，不然人家才不要干瘦的童养媳呢。行，这段时间大鱼大肉让的可劲儿造，造完了赶紧卖掉。娘，我早说了，让你别信那个狗屁的算命先生，你偏信，不就一个丫头片子吗？扔了就完了。我哪知道啊，2个都是灾星，本来还以为能养个皇后呢，你看她这样子，和她那个跑了的娘一模一样。这事谁都别说，别让她跑了。过了初3就把她卖了。我知道了，娘，小点声吧，别让人听见了。许桂枝闭着小眼睛，藏在被子里的手握紧了拳头。好嘛，他就知道孙大花没安好心，原来真是想把她卖去当童养媳呢，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这一日，皇帝身边的红人老太监捧着一个匣子，喜极而泣。皇上，誉王送来的仙草，您的病啊有救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皇帝？真是云王，他派人连夜送来的。好啊，赏云王黄金10000两。老太监心想，这还没治好呢就赏了，这要是治好了，江山都得送出去。唉，皇上对这个弟弟真是太宠了。当天皇上就吃到了仙草熬制的汤药，不出半个时辰，竟然有奇效。更神奇的是，只是1碗汤药而已，竟然让老皇帝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甚至当天晚上宠幸了贵妃娘娘。云王这药有奇效，赏黄金10万两，外加珠宝、绸缎、5马车。远在千里之外的苏姿云听到这个消息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这都是福宝的功劳，本王要把这些东西都送给福宝。主子，您且稍安勿躁啊！咱们如今在桃源村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，如果突然赏赐那么多金银珠宝，很快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主子，苏珊说的没错，而且呀，这样也会给福宝带来麻烦。俗话说，财不外露，露了就要被眼红，被眼红就会被算计。你们说的没错，但是这的确是福宝的功劳啊。区区1株仙草能够治疗咳嗽而已，但是皇兄竟然身体大好，一定是沾了福宝的福气。那不如先存着，日后福宝离开这桃源村，或者跟着您入了京城，再赏赐也不迟啊。王二这个主意好，平日里咱们多送些吃食，对许家四兄弟也更好一些，这是目前最可行的。这样也好，不过马上就要过年了，
本王想要送福宝新年礼物，你们给本王想。许福星不知道这些，从山上回来的时候，他提议自己吓跑了大白虫这事不能让爹娘知道，不然以后都没机会来山上了，还会让爹娘担心。4个哥哥都听妹妹的，谁都没说。至于仙草，就说是捡到的。许明顺按照书上说的方法熬制了药水，全家人都喝了。这天早上，孙大花开始咳嗽了，许桂枝偷偷笑了。果然，上辈子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的，许家人也没有当一回事儿。大冬天的，染了风寒，咳嗽2声很正常。不过第1天这样正常，第2天这样也正常，第3天就不正常了。孙大花一咳嗽就是小半个时辰，一刻不停的咳嗽，而且许高山竟然也跟着咳嗽起来了。娘，不如去赤脚郎中那儿弄2副药吧。你啥意思啊？我老婆子只要1天没死，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。你个不下蛋的鸡，还敢嫌弃我？能过就过，不能过赶紧滚蛋回家。娘，你别生气，我没有嫌弃您，我这就去给您做饭呢，肉包子、杀鸡炖汤，还有红烧鱼。奶，我饿了。他一听许桂枝饿了，叫他赶紧去吃东西，吃得胖胖的，到时候好换钱。可他又是咳嗽的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比划着让他去厨房。谢谢奶。你干啥呀？你奶还没吃呢，你放下。奶让我先吃的，若是你不让我吃，我就去告诉奶，说你要藏起肉包子拿回娘家。滚一边吃去，别胡咧咧，我可没拿东西回娘家，不然我揍你啊！许桂枝拿着肉包子，心情好，出门溜达。没走出去多远，又想到还有鸡汤喝，又转身回去，结果就看到了在厨房门口鬼鬼祟祟的3婶钱金凤。钱金凤还能干啥？她想要偷偷弄点鸡汤给许福星送过去。她现在怀孕还不到3个月，可她脑子糊涂，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。前几天还和男人许高和干那生孩子的事儿呢，后来见血了才知道怀孕了。张婶子家的张二丫自从和许福星成了好朋友，沾了福气，张家好事连连。钱金凤来了主意，她要给福宝送点好吃的，沾沾福气，说不定自己这1胎2宝就能保住了呢。3婶子，你怀孕了，可要好好补补呀，这碗鸡汤给你喝吧。桂枝真是懂事啊，3婶替肚子里的孩子谢谢你啊。许桂枝点点头，伸出小手想摸摸钱金凤的肚子，钱金凤却后退了好几步，好像很害怕一样。桂枝啊，3婶才怀孕3个月，现在你的弟弟们还太小啊。3婶说的是啊，您快喝鸡汤吧，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你把鸡汤给福宝送去，你脑子关进血了？这不都是怪你吗？我怀孕了，你还像个饿狼似的，1胎2宝啊，这要是保不住咋办呢？你能承担得起吗？还是我呢？但是你给许福星送去有啥用？就能保着孩子了吗？当然能了，我可是听说了，那个张二丫和福宝走得很近，张婶子时不时也去送吃的，张家孩子都不生病，而且家里母鸡都下双黄蛋。还有这种事儿？你可别听张婶子胡咧咧。村里人都说福宝是个有大福气的，那我去沾沾福气，说不定就能保住孩子呢。不然的话，你去和娘说，就说你忍不住，害得我流血了，你去跟娘要银子去保胎。窗外的许桂枝听得清清楚楚，原来钱金凤打着这个主意呢。既然是给许福星送吃的，那他可得帮帮忙了。钱金凤出门前总要先去茅房的。许桂枝端着大碗的鸡汤出来，刚好碰到他，他赶紧送上鸡汤说：三婶，你怀了2个小弟弟，1碗鸡汤可不够喝呀，我把我这份也送给你。哎呀，桂枝太懂事了，3婶子谢谢你啊。钱金凤端着1大碗鸡汤回房，他的2个小儿子许元京和许元同眼珠子都瞪大了。娘，奶发疯了吗？给我们喝这么多鸡汤？别乱说话，这不是给你们喝的。我不管，我要喝鸡汤，我要喝鸡汤。这么多鸡汤呢，也不能都给福宝送去，你快点给儿子们喝。钱金凤也是心疼儿子，心想着福宝才5岁半，喝几口就行了，于是把1大1小2碗鸡汤倒在一起搅拌了一下，之后倒出来2个小碗给儿子们，拿了最小的1碗鸡汤放在篮子里，又放了2个硬邦邦的馒头，之后用脏兮兮的黑布盖上，这就准备出门了。爹，咱们家的好吃的为啥要给福宝送去啊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子说吧。钱金凤一路走得飞快，
他可得快点送去，快点回来呢。没多会儿就要开饭了，若是被婆婆发现，那就麻烦了。福宝呀，去叫苏小公子过来吃饭了。苏苏，吃饭啦，快来快来！这个小馋猫也不等我一下。苏三、王二，快点跟上！福宝呀，这是三婶子给你送来的鸡汤，刚出锅的，可好喝了。我不喜欢喝鸡汤，也不吃硬邦邦的馒头，你拿回去给你儿子吃吧。钱金凤愣住了，这个许福星不是很好说话的吗？他送来的可是鸡汤啊，还有这馒头，许老汉家吃得起吗？福宝啊，真的很好喝呀，你喝一口就知道了。来，你是喽啰吗？我不吃你的脏东西，赶紧离开我家，不然我打你啊！许福星，你和谁说话呢？我怀着孩子特意过来给你送鸡汤的，我容易吗我？你咋能说不要就不要呢？你都不知道这样会让我伤心的吗？福宝不想喝就是不想喝，你赶紧滚蛋！钱金凤，你干啥欺负我女儿呀？赶紧滚蛋！二嫂，我没有欺负福宝啊，这不是要过年了吗？我就是特地过来给福宝送点鸡汤，给孩子补补。钱金凤，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拿过来的这点东西，我家小花都看不上。小花，到这边来吃。你看看，我家养的狐狸都10几腿，一次能吃俩。你再瞅瞅你拿的是啥玩意儿？你家穷的叮当响的，我可怜你。快快拿回去给你儿子吃吧，你这肚子里还有俩呢，别喝坏了，赶紧走。呸，一个灾星而已，他是脑子有包了才过来送鸡汤，不喝拉倒，他回去给他小儿子喝去。福宝呀，若是你出去玩遇到个要饭的非要给你吃黑馒头，你咋办？我才不要呢，他要是不听我就打他。那你回家之后还能吃得下饭吗？当然能吃得下了，我还要吃叫花鸡，还要喝蜂蜜。这就对了，你把刚才那个当成要饭的，咱们还能吃口鱼呢，对不对？被骂了的钱金凤刚一进门就被孙大花给痛骂了。你个老母鸡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竟然把鸡汤拿去给灾星，你脑子里都是大粪不成吗？钱金凤吓得半死，看到孙大花身后的俩儿子，他知道了，他竟然被自己儿子给背叛了。小兔崽子，一会儿回屋好好收拾他们。桂枝，你过来。娘，桂枝就是太懂事了，她自己舍不得喝鸡汤送给三弟妹喝，结果三弟妹竟然送去给那个小灾星喝。三弟妹呀，你可真是浪费了桂枝的一番好心呐！今天老三家的别喝鸡汤了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孙大花把那小半碗鸡汤送到了许桂枝嘴巴前，喝。许桂枝无语了，她不想喝呀，这碗鸡汤里面兑了水啊。桂枝，三婶对不住你的好意啊，你喝了吧，不然三婶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呀。许桂枝摇头，想要说话，偏偏一口肉包子馅卡住了喉咙。吴美玉见状，急忙好心的接过了孙大花手里的鸡汤，不管不顾的给许桂枝灌了进去。桂枝，快点喝吧，不然会噎着的，多难受啊。许桂枝欲哭无泪呀，我自己有鸡汤，我不要喝孙大花的口水啊。可她抗议无效，终究被灌了一碗鸡汤下去。得，许桂枝知道她这是要遭殃了。果然，在许家几个女人的好心照料下，许桂枝成功的咳嗽了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孙大花屋里的纸窗户竟然破了，半夜刮大风，冻得她感染了风寒。本来只是轻微的咳嗽，结果隔天竟然比孙大花咳嗽的还厉害。三弟妹，你现在怀着双生子呢，全家都感染了风寒，你可要小心啊。娘，我看这咳嗽之症好像是会传染的呀。我咳嗽没关系，可我肚子里这还有2个呀。知道啦。奶，我听说山上有种奇特的草药，能够治疗咳嗽之症，我去挖来。桂枝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我现在就去挖。快去！许桂枝拿着肉包子一阵风一样跑了，一边跑一边在心里骂：哼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我才5岁半，这大冬天的你都不担心我在山上冻死？你等着，等我这次好了，等我成了皇后，一定最先烧死你这个糟老婆子。为了表现自己挖到草药的辛苦，许桂枝特地在雪地里打滚，弄得全身都是雪，耗费了2个时辰才回到家。
奶，仙草来了。老大媳妇儿，赶紧拿过去熬了，喝药。胡美玉接过了草药，总觉得这草药看上去很奇怪，可她又不敢说别的，婆婆让她干啥她就干啥呗。没多会儿，除了胡美玉，全家人都喝了草药，钱金凤也喝了。她说自己嗓子发痒，应该是也要咳嗽了。胡美玉心里不是滋味，她也想喝点的，但是都被老三媳妇抢走了。然而到了半夜，吴美玉之前的委屈一扫而光，因为全家都开始上吐下泻。老大媳妇儿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娘，我可啥都没做呀，是不是草药不对劲儿啊？咱们以前在镇上买的草药，那都是干草药，闻上去就有浓烈的药味儿，这个就只有霉味儿呀。你说啥？发霉的草药？许桂枝，那个灾星，给我滚过来！许桂枝呢？她正在屋后的雪坑里一边咳嗽一边拉稀呢。好不容易回到屋里，刚一进门就被孙大华一巴掌呼倒在地了。奶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你这个灾星，竟然找了发了霉的草药害我全家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小小年纪这么邪性，你还不如你那个私奔的娘呢！哎呀，老大媳妇儿，赶紧去找赤脚郎中过来！哎呀，娘，我的孩子！胡美玉也吓坏了，赶紧去找赤脚郎中，又叫来产婆。产婆过来看了一眼钱金凤，当时脸都白了。孙大娘啊，你家吃了啥东西啊？这孩子保不住了。当天夜里，钱金凤的孩子没了，产婆要了3两银子。平时只收2两银子，如今年关近，她嫌晦气，诊金也涨价了。至此，孙大花从许如意那里敲诈来的10两银子全都花光了，而且还没够。你这个灾星，都是你害得我没了心思，我打死你这个灾星！许家三房一下子没了2个儿子，许高和闹腾着要分家，过了年就分家。孙大花躺在炕上流眼泪，她好多年没有这么憋屈过了呀。张二丫跑来找她玩的，见到许福星，她急忙送上手里热乎乎的大葱馅猪肉饺子，说：“福宝，给你。二丫，你吃吧，我都吃饱了。福宝，你还没听说吧？孙大花一家倒霉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都听到什么了？说出来，开心开心。孙大花前几天开始咳嗽了，她哭门呢，不肯花钱买药吃，昨天早上就严重了，全家都咳嗽了。他家不是有个吃屎皇后吗？非说什么能到山上弄到仙草，治疗咳嗽之症有奇效的。谁知道他从哪里挖出来的仙草啊，还发霉了。孙大花就让吴美玉熬药喝了，结果当天晚上全家都开始上吐下泻的折腾。赤脚郎中大半夜去的，一下子赚了8两银子呀。还有那个产婆也赚了3两银子呢。许桂枝怎么会有仙草呢？难不成她捡到了咱们扔掉的仙草？不会吧，那天在山上只有冯招娣跟着咱们了，没有看到许桂枝啊。其实被扔掉的不是仙草，那就是一株长得很像仙草的杂草而已，所以被我扔掉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原来被扔掉的不是仙草啊，原来只是一株杂草，不仅没有药效，反而会让人拉肚子的那种杂草。如果许桂枝捡到了仙草，那么她可真的是自作自受了呀。福宝是火凤凰，就是最厉害的。自从苏子云讲了火凤凰和青龙的故事，许福星就迷上了火凤凰。现在听到苏子云说的是火凤凰，眼睛都亮了。他一个高兴，张开双臂抱住了苏子云。福宝本来就是火凤凰，大家都知道的。福宝被揉着小脑袋，觉得蛮舒坦的，竟然也没有挣脱他。许明顺立即把福宝拉过来，说：“妹妹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苏小公子，一会儿我们做好饭了再来叫您。”许家4兄弟都是同一个想法。这个苏泽云又来趁机占妹妹便宜了。他们妹妹的头是随便给人揉的吗？苏三、王二进来说话。苏三和王二心里没底啊，主子生气了呀，许家4兄弟要遭殃喽。年关将近，要不咱们回京一趟？你们的徒弟们是不是也应该加紧课程了？主子英明，奴才以为明日即可1日5个时辰加紧练习。对，年后许家4个小子应该要入学了，这些读书识字也要加紧练习。你们尽心尽力也是辛苦了，每人赏1万两铜板。
苏三脸上的笑凝固了，主子要不要这么抠门啊？怎么，现在本少爷给的少不想要了吗？不，主子不要误会，奴才谢主子赏赐。主子英明，奴才谢主子赏赐。让你们给福宝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回禀主子，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福宝的礼物有许家四兄弟的也有，还有许高德夫妻俩也有呢。嘿嘿，主子，这礼物啊，包括让许家四兄弟满意。孙大花一家吃了赤脚郎中的药，咳嗽之症慢慢缓解。许桂枝呢？她本就被孙大花传染，又感染了风寒，之后还被打晕过去，在冰冷的地上躺了好几个时辰，所以全家咳嗽慢慢好转，至少有半个时辰的间隔不咳嗽。可是她却咳嗽的根本停不下来。娘，我咳嗽不算个啥，若是再传染给金凤，金凤生了根本，以后还咋生儿子呀？许桂枝，滚去柴房吃去！眼看着饭桌上只剩下3个肉包子，许大丫还要伸手去拿。别吃了，赶紧拿去给许桂枝。来，桂枝啊，给姐姐学3声狗叫，我就给你肉包子吃。哼，许大丫，算你有点脑子，学狗叫是不可能的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一点立功的机会。毕竟许桂枝外表是4、5岁的孩子，心子可是个心机深沉的老东西。他立即告诉了许大丫一个有利的消息。许大丫把包子给了他，立即回去找他老娘邀功了。于是当天晚上，许桂枝被放出去了，又是好吃好喝伺候了。许家3房却被孙大花一顿臭骂：你个不要脸的浪荡货，怀了我的金丝还想那龌龊事儿！我那俩金丝都是因为你才保不住的，你还怪别人！你这个该死的贱人！钱金凤不仅被骂了，还被打了，甚至要被许家给休了。她躺在炕上流着眼泪，冤枉啊！都是娘命苦啊！娘不该喝许桂枝给的什么仙草药水，害你们没了弟弟。娘，那天桂枝妹妹送你的鸡汤，那是兑过水的。你说啥？许元清就把看到许桂枝把鸡汤兑水的事全说了一遍。钱金凤现在是恨透了许桂枝，自己没了2个儿子，都怪那个灾星。元清、元童，你们听娘的话不？2个孩子使劲点头，当然听啊，娘亲对他们最好了，比奶都对他们好呢。钱金凤很满意，悄悄凑近了他们的耳朵，说了几句话。天光都大亮了，许福星才睁开眼睛，真是一觉睡到自然醒啊。娘，福宝醒了呀，是不是饿了呀？今天早上想吃什么？我要喝蜂蜜，还要吃杏仁酥，还有……好，这些都有。咱们先穿好衣服，然后洗脸吃饭吧。娘亲，哥哥们呢？他们都去和爹爹打鱼了吗？你哥哥们在隔壁苏小公子家里学功夫呢，爹爹去山上砍柴了。娘亲，那我也要过去了，我吃饱了。苏苏，我来了。许家4兄弟听到了妹妹的声音，纷纷停了下来看过去。天哪，他们看到了什么呀？苏子云竟然端着水喂给他们妹妹喝茶，一股子危机感油然而生。所有人都要丢下手中的书本、刀子、棍子，啊的一声冲过去抢回他们的妹妹。许明远，这个字不对。许明成，认真写字。许明海，算盘拿错了。许明顺，你这一手拿反了。嘿，哥哥们，认真些啊！许家4兄弟听到了妹妹的鼓励，立即更加努力了。苏苏，你好像很高兴哎，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？说来听听。因为看到福宝了呀，看到你我就高兴。见到我有什么高兴的呀？外面太冷了，别冻着你了。咱们进屋学也是一样的。苏子云把福宝带进屋里学习了，许家4兄弟分心，偷偷看过去。专心学习，不要想其他的，不然以后怎么保护福宝呢？福宝耐心有限，写了1个字就说手酸，甩了几下鞭子就说手疼，最后看了2页书就说困倦的很。那我们还是练剑吧。福宝，你总要学习一样厉害的功夫，这样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也能保护自己。不在我身边？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呀？我说笑呢，我是说，福宝你是最厉害的呀，练剑这种小把戏，你肯定一学就会的呀。到时候我打不过的坏蛋，你就可以打过了呀。到时候有人欺负你，我帮你打他们。小乐，你别和我装蒜，这马车根本就是偷来的，
若是我现在去告状，衙门肯定会过来抓你的。许福星听到徐老汉，这是他爹爹呀！他气势汹汹地冲出了苏家大门，扭头就看到自家大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哥哥们，有人欺负爹爹，我们去揍他！主子，奴才办事您放心，这辆马车绝对不会有任何破绽。主子，先过去看看吧。许福星被哥哥们护着，冲开一条路，来到了许高德夫妻身边。当时他们都惊呆了，许高德竟然手上头上都是伤，一条腿还在流血呢。爹爹，是谁打了你？福宝，爹爹没事，你乖啊，回屋待着，一会儿爹爹给你做烤鸡腿啊。是谁打了我爹爹？现在站出来，我会饶他一条狗命！徐老二，你就是个孬种啊！竟然让一个奶娃出来吓唬人！就是你打了我爹爹！就是我打了他，他偷了官家的马车，还死不承认，就活该被打！李大牛，我爹才没有偷官家的马车，这马车是我们买的。呸！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野种，跟人说话呢？你爹就是个穷猎户，这辆马车还有官家的标记，他根本买不起这马车，不是偷来的，那就是抢来的！李大牛，你个连爹是谁都不知道的狗杂种，你血口喷人！我徐老二才不会做偷鸡摸狗的行当。徐老二，你别不承认！大家伙看看，这里有个官字，这就是官家的马车。许家大门口围着的村民全都看向马车的车厢，果然在车窗的附近发现一个很小的官字。许福星也是一愣，他可是记得买车的时候，他悄悄查看过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字的，而且这个字看上去非常别扭，就像是被小孩子用石头画上去的。苏泽云也看到了那个很小的官字，他一双眼睛里都能射出冰刀子来，看向苏三。苏三吓得半死，差点就当时的给小王爷跪下了。这马车还真的是官家的马车，我见过县老爷的马车啊。徐老汉啊，你买不起马车也不能偷啊！这个官家的马车偷盗罪可是要坐大牢的呀。村里几个眼红怪们已经开始趁机做文章了。这几十年来，许高德一直被人看不起，突然咸鱼翻身，甚至发财了，他们当然眼红啊！你们都闭嘴！我爹爹没偷就是没有偷。这位是我们买马车的车主，他可以证明。没错，这辆马车是我卖给许高德的。你又是什么人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许高德和你一起偷了官家的马车。呸！你个狗杂种，竟敢诬陷我！我是苏老爷府上的大家丁，你说是谁让你来诬陷徐老二的？说！李大牛更慌了，他环顾人群，被他看到的人纷纷后退了好几步。人群中露出一个小人，正是许桂枝。李大牛立即指向许桂枝说：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小兔崽子，他在山上和我说的，徐老的马车是官家的马车。我没有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许桂枝，又是你！许福星，你个灾星，你别靠近我！你爹的马车就是官家的马车，不然怎么会有一个官字？他这样会被官老爷抓起来的，他不承认，那就会连累整个桃源村。这个官字是假的。苏小公子，官字是不会假的，官家的字一般人可不敢仿造的。他拿过了许福星手上的木剑，随意刮着那个官字，只是很随意的几下，官字就不见了。围观的众人更是愣住了，就算是他们再傻，那也是知道的，官家的官字那是要用特殊的手法印刻在马车上，别说是用普通的木剑去刮，就是用真刀子去刮，那都会留下印记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字不见了，很明显这是故意有人要陷害我爹爹，用石头画上去的。原来都是一场误会啊！徐老二，我看错了。哼，你根本就是故意讹诈我爹的银子，你打了我爹，诬陷我爹的名声，现在你要给我爹道歉，还要赔偿医药费。你爹还打我了呢，还骂我了呢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再说了，这事要怪就怪那个小兔崽子，就是他骗我的。李大牛指着一边的许桂枝，说完撒腿就跑。许福星拿着木剑指着他的后背大喊：你跑呀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不道歉不赔钱，老天爷就会劈你的腿。许桂枝，这个字是不是你画上去的？许福星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，李大牛就是胡说八道，故意往我一个小娃娃身上推卸责任。我没有读过书，怎么会写字？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反正不管是谁画了字，想要诬陷我爹爹，那都是要赖手指头的。过年吃不到饭，饿得满地打滚，只有那人给我爹磕头道歉才会没事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是谁干的了。
许桂芝白了一眼许福星，真以为自己是仙女下凡，说话都能成真的吗？呸！这辈子谁都别想知道是谁。回到家，又是被一顿好吃好喝伺候。许桂芝躺在炕上，就想要悠哉悠哉的睡一觉，结果又开始猛烈的咳嗽了。奶，赤脚郎中给咱们的药是假药吧？咱们咋还咳嗽呢？孙大花刚想要开口训斥他，结果他自己也跟着咳嗽了。因为许桂芝开了头，许家饭桌上又开始一片咳嗽的声音。奶，他就是故意咳嗽的，让我们都被传染，谁都别想吃好饭。孙大花也是这么想的，他咳嗽的说不出话来，伸出一只脚把许桂芝踹到了地上。滚出去吃！说来也是奇怪，他走后没多会儿，许家人都不咳嗽了。许元统给孙大花夹了一个鸡腿，狗腿的说道：奶，你多吃点，这几天你都瘦了，都是那个灾星祸害你呢，要不然让他睡柴房吧。哎呦，还是我的乖孙子心疼奶，奶让他睡柴房不行，得了病还要花银子治呢。等到过了年，奶给你们都买新衣服穿啊。福宝啊，爹爹没事，这都是小伤啊。徐老二，这瓶金疮药是我经常用的，你试试，明天你这伤口就能愈合。多谢苏家公子，多谢苏兄弟。那个李大牛平时就欺压良善吗？李大牛是个猎户，其实就是个土匪，听说打家劫舍的事儿也没少干。从前我们几个和他一起去打猎，就好些东西都是被他给抢走了。我们都普通老百姓，犯不着因为几只野鸡、几个野兔的事儿跟一个亡命之徒过不去，所以我们谁都没说啥。苏子云没有说话，点点头，看了一眼苏三。苏三明白了，找了个借口走掉了。许福星看看外面的天，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这会儿已经阴沉沉的，马上就要下大雪了。爹爹放心，那个坏蛋跑不掉的，老天爷会劈他的腿的。对，就算老天爷不劈他，县官也会抓他的。许家闹了一场，让隔壁邻居冯才非常高兴。不管怎么样，许高德受伤了，那就得花钱买药，这就叫做破财。冯招娣突然冲了进来，一脸的惊慌失措，进门就开始喊：爹，李大牛被雷劈了！你胡咧咧啥呢？大冬天的哪来的雷？爹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刚才我去山上砍柴，回来就看到了李大牛在山脚下晃悠呢，我害怕呀，听说这狗东西祸害死个小寡妇呢，我就跑，他就过来追我。你个狗娘养的杂种，竟敢欺负我家宝贝女儿，她在哪儿？爹给你报仇！爹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说呀，我才跑到了山脚下，就听到身后一声巨雷咔嚓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李大牛被雷劈了，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全都是血，还有一股子烧焦的味儿，老吓人了。冯才盯着小女儿的腿，忽然想到了冯高德。早上他坐在墙头上，那可是看得真真切切的。许高德被李大牛砍伤的腿，正是李大牛被雷劈的那条腿啊！想到这里，冯才一张脸都白了。爹，我没事，李大牛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呢，我就跑了。他是在想许福星早上说过的话。他说李大牛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不道歉不赔钱，老天爷就会劈他的腿。这才过去几个时辰，李大牛就被雷劈了呀！那丫头的嘴开过光吗？真的这么灵验？爹，我刚听人说李大牛好像被官府的人给抓了。咋回事？官府的人咋来咱们桃源村呢？我听说是李大牛祸害了小寡妇的事儿，官府找到了证据，这货儿过来抓的，好像是被判死刑的。还有那个小寡妇的娘家人，听说能到赔偿，要20两银子呢。20两银子？冯才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若是刚才小女儿被那个狗东西给逮住了，之后被关键的人碰到，是不是也能有个10两银子的赔偿？但是现在看看，冯招娣好端端的，啥事没有。冯才就觉得自己损失了10两银子，抄起棍子就打冯招娣，一边打一边骂：你个浪蹄子，跑去山上偷男人，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浪蹄子！冯招娣跑出了院子，就看到许福星在苏小公子院子里练剑呢。那个小公子那么好看，那么金贵，竟然亲手给许福星擦汗。呸！你个浪蹄子，勾搭男人，不要脸！苏苏，他说我勾搭男人，什么是勾搭男人？我有吗？他就是乱说的，福宝才没有呢。他拿着木剑，气势汹汹地冲了出去。出了大门，左拐，没走多远，就看到冯招娣被他爹暴打呢。你个浪蹄子，跑去山上勾搭李大牛，你说是不是和他有了苟且之事？
别打了，我真的没有啊！冯才故意说的声音很大，想要让村里人都听见，这样他就可以带着女儿去衙门找李大牛要赔偿。我说冯才啊，你是想发财想疯了吧？你家冯招娣才6岁多吧？就是啊，冯才，想卖女儿换钱，那也得看看她多大吧？钻钱眼去了，这种人啊，真禽兽不如呢！我教训我女儿，关你们什么事？滚开！虽然冯招娣平时嫉妒许福星，但是她毕竟才6岁，这会儿冯招娣才算是明白，自己老爹竟然还有这种打算呢。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，为自己满身的伤痛大哭，更是为了自己的命苦而哭。许福星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，举起的木剑又放了下去。他本来还想要教训一下冯招娣，现在看他被他老爹给揍了，想着这笔账日后再算也不迟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苏子云小心地陪在福宝身边，教他练剑、读书、写字。许桂枝的日子却是越发的难过，他每天都会努力的喝汤药，结果就是不见好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眼看着年关将近了，他竟然有些昏昏沉沉的，吃不进去饭了。而且他觉得自己手疼，尤其是手指很疼，碰一下就会掉肉的那种疼。他这才想到了福宝的话，担心真的会烂手指头，所以他去找孙大花。奶，我手指头好疼呀，我要看大夫，不然没了手指头我嫁不出去。你瞎了不成吗？你自己看看哪个手指头坏掉了，这不是好好的？许桂枝都疼了好几天了，自己都不敢碰一下，现在孙大花竟然使劲的捏她的手指头，疼得她眼泪都下来了。我的手指头烂了呀，烂了呀！奶，你别生气啊，你这病还没好呢。许桂枝就是故意撒谎装病，想要您的银子呢。赶紧滚！再惦记我的银子，我让你吃不上年夜饭。奶，这是我今天去砍柴，在山上捡的，你收着。乖孙呐，真是懂事。过了年，奶让你去读书啊。谢谢奶，奶你真好。许桂枝明白了，许元京和许元同这是故意欺负他呢。小兔崽子，上辈子他们就向着许福星对自己不好，这辈子还是这样，他们可真是孽缘呢。走着瞧吧。许家一大早就起来了，许高德夫妻俩准备今晚的年夜饭，孩子们照常去苏小公子那里学习。按理说过年这样的大日子应该放松一下的，但是苏小公子说了，读书练功一定要下苦功夫，不然是学不成的。如果学不成，日后便没有办法保护福宝了。许福星见到4个哥哥这么努力，他也很努力，跟着苏子云练功了1个时辰，剩下的时间嘛，都是用来吃了。这么吃下去，今天晚上还要不要吃了呀？福宝，这是我送你的新年礼物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许福星盯着匣子，眼睛放光，脑子里面的画面是一整匣子的金条，就是一些棉袄、鞋子、帽子。许福星一直盯着那个匣子，苏子云一件一件的拿出来，直到看到匣子空了，也没有看到金条。福宝，你不喜欢吗？唉，许福星叹气啊，你看不出来我缺金条吗？我脑门上都写着金条2字了。金大腿那么粗，就不能刮下了一点点灰照亮我吗？心里发牢骚，脸上还是笑嘻嘻的。许福星把所有衣裳都放回了匣子里，拿着匣子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苏子云也没有去追他，看着他气鼓鼓的走掉了。屋里剩下他自己，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被虐了这么多天了，终于是扳回一局呢。小财迷没有收到金条，肯定不高兴了呢。